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娘也不活了。这是哪儿？难道我穿越了？前一秒我还是现代农科院高材生，下一秒竟成了被堂姐推下河的农家小可怜。哭什么？耽误了我闺女明日相看，镇上少爷，你们赔得起吗？娘，您别怪初夏妹妹，她定是嫉妒我有新簪子，才想伸手抢，脚下滑了才掉下去的。原来是抢东西掉下去，真是不学好。二房平时看着老实，怎么教出个眼皮子这么浅的呀？你胡说！明明是我在河对岸洗衣裳，亲眼看到你把夏夏推下去的。好啊，还敢往我闺女身上泼脏水！我看你是欠收拾了。我看谁敢动我媳妇儿和闺女！李大山，你要造反啊！连亲嫂子都敢打！王氏，你少拿长嫂的腿来压我！我闺女要是没了，你们大房全给她陪葬！前世自己是个孤儿，原主虽然穷，却有一对愿意为他拼命的爹娘，这份恩情自己接了。夏夏，你快躺下，大夫马上就来了。你看什么看？自己抢东西掉进河里，还想赖我？抢你的簪子，这簪子断成两截，断口极锋利。我若用力抢夺，手上怎会连一道刷痕都没有？是啊，那银簪子断了可锋利着呢，要是抢的话，手肯定得破石。那是你抓着我的袖子抢的。好，就算我是抓着你袖子抢的，这青石板桥上满是青苔，我若是滑倒，鞋底必定沾满青苔泥泞。可你看看我的鞋底，干干净净，只有河底黄泥，反倒是堂姐你的鞋尖上沾着桥边才有的绿青苔。刚才我落水的地方在桥头最边缘，若是你没有用力推我，你的鞋尖怎么会蹭到最边缘的青苔？你胡说八道，我根本没有推你。既然没推我，那你指甲缝里的皮肉是从哪儿来的？天啊，还真是秋月推的，怎么心肠这么歹毒？那是他亲堂妹啊！没天理了！二房合伙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王氏，你少在这儿嚎丧！今天这事儿，咱们去请村长评理。要是村长管不了，我就去镇上报官。若是背上罪名，自己这辈子就毁了，还相看什么少爷？老二，有话好说。这是林家的当家人，林初夏的爷爷。都是一家人，什么报官不报官的？秋月也是没站稳，撞了夏夏一下。这样，大房出10个铜板给夏夏抓副药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夏初，快去请大夫！天哪，这是自己前世在农科院负责的那个100亿农资库。抗旱小麦，自己穿越居然把整个农资库都带过来了。生灵泉。夏夏，你醒醒，先把这碗姜汤喝了。爹娘，女儿没事了。慢点喝，慢点儿。娘，别哭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夏夏，你放心，大哥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大房再欺负你。阿姐吃，小东不饿。阿姐吃了就不会死了。前世孤身一人，从未体验过血脉温情，既然占了原主的身子，这亲情自己互定了。爹，今天堂姐敢把我推下河，明天大伯母就敢把小雪卖了换钱。这日子不能再这么过了，我们分家。夏夏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爷爷怎么可能同意分家？分，爹就是去镇上扛大包卖苦力，也带你们出去单过。走，找你爷爷去。哟，这还没死呢，就急着来正房触眉头啦。爹，儿子不孝，今天来求您一件事，求爹做主，把家分了。混账东西，父母再不分家，老子还没死呢，你就想着散伙。好啊，老二，我说今天怎么这么硬气？分家可以啊，把家里的饥荒平了再说。你大哥去镇上读书借了10两银子，你们把这债背了，再净身出户，我就做主把家分给你们。明明是大伯去读的书，凭什么让我们二帮背债？我们起早贪黑干活，一年到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钱全进了你们大房的口袋。小兔崽子，长辈说话轮得到你插嘴？大伯母好大的威风，债我们1文钱都不会背，家今天必须分，不仅要分家，还要断亲。反了天了！你个丫头敢在这大放举此！大伯母若是不同意，那咱们就去镇上见官。不知道大夏亚国的律法管不管得了内宅偷窃的重罪？你胡咧咧什么？谁偷东西了？我娘当年带进门的那块龙凤玉佩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大嫂，你偷了我的玉佩，那可是我母亲给我的呀！捉贼拿赃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拿了？少在这血口喷人！前天下午，我亲眼看见你去了镇上，当了那块玉佩，换了20两雪花银，那张当票，现在你屋里。你个败家娘们儿，你真干了这种糟霉的事！大夏律法，20两白银，杖责50，流放千里。堂姐明日还要去襄王看富家少爷，大伯还在书院读书，若是家里出了个贼妇，他的功名还能保得住吗？爹啊，我那也是为了大郎的叔叔啊，您可得救救我呀！今天这事，
二房是拿捏住了大房的7寸，林家二房自愿净身出户，搬至村为茅草屋居住。自今日起，两家断绝关系，各不相干。二房不承担任何债务，大房亦不得干涉二房诸事。大山啊，你可想好了？净身出户，冬天连口粮都没有，你们一家6口怎么活呀？村长叔，我宁愿去讨饭，也不让妻女再受这等委屈。从这一刻起，一家就彻底自由了。赶紧走，别脏了我家的地，连床破棉被都别想带走。我看你们今晚在茅草屋里怎么冻死！大哥，别脏了手，把抵押东西的那张当票拿出来吧。那是我们家的东西，不该留在你们手里。净身出户，自己若是连一家口都养不活，前世的农学博士就算白读了。爹娘，大哥，我们走。别怕，怎么这么住人啊？长风，你带妹妹墙角叫避风，哪怕是睡高草，爹今晚也绝不让你们冻着。爹，你等等，你穿这么少去后山，非冻出病来不可。咱们刚分家，你要是倒下了，这个家就彻底散了。可是夏夏，你跟弟弟妹妹都饿着肚子，爹得去给你们找口吃的。你们先把屋顶漏风的地方拿枯草堵一堵，找吃食和水的事交给我。那怎么行？你才刚落水，身子还没好透，怎么能让你去？大哥放心，我只在村委附近转转，不去深山。这泉水强能生健体，爹娘常年劳作，落下了一身暗伤，2个弟妹更是严重营养不良。有了这灵泉水，家人的身体就能慢慢调理过来了。我回来了。阿姐，好香啊！夏夏，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刚才我去河边打水，正好碰到一对过路的商贩。那老爷见我穿的单薄，心生怜悯，就随手赏了我这些吃食。这水囊里也是，说是让咱们暖暖身子。夏夏，你可得记住人家的恩情啊！快吃吧，还热乎着呢。娘先吃，娘吃了不咳嗽。爹吃，爹干活辛苦。爹不饿，你们快吃。爹娘大哥，你们都吃，这袋子里还有呢，管够。咱们今天分了家，这是好日子开头的喜面，谁也不许推辞。这也太好吃了！好吃，真好吃。别噎着，喝口热茶顺顺。夏夏，这茶水……那老爷说这是上等的药茶，喝了能驱寒强身。爹娘，你们也快喝几口。这真是神仙药茶呀！光靠这几个包子和泉水，也撑不了多久。要想真正立足，不仅要填饱肚子，还要多赚点钱。明天一早必须进一趟深山。夏夏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爹，我去后山转转。昨儿那个老爷给的包子撑不了几天，我寻思进山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挖点草药换钱。不行，后山深处有野猪和狼，你一个姑娘家去太危险了，爹陪你去。爹，你腰上的伤还没好利索。再说了，大伯母昨晚吃了那么大亏，今天保不齐要来茅草屋找茬，你和大哥得留在家里镇场子，护着娘和弟妹。血是黑色的，你中毒了。照你这个流血速度，不出一炷香，你就会失血过多而死。少管闲事。这男人虽然危险，但武力值绝对爆表。若是能救下他，收为己用，倒是个不错的免费护约。别碰我！放手！我要是想杀你，刚才你倒下的时候，我就能。伤口太深，必须缝合，否则一旦感染发烧，大罗神仙也救不活。你救了我，顺手而已。你伤得很重，虽然命保住了，但暂时还动不了。
这地方味儿太重，很快就会引来野兽。我叫萧寒，大恩不言谢，日后必有重报。报恩就不必了，我救你一命，你帮我干活，咱们两清。干什么活？我家刚分家，穷的揭不开锅。我看你虽然受了伤，但底子不错。等你伤好了，就留在村里给我当个长工，帮我打猎种地。这天下敢让自己当长工的人，恐怕还没出生。不过现在身受重伤，暗卫也全部失散，回去无异于自投罗网。留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养伤，倒是个绝佳的掩护。好，既然你答应了，那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别逞强，伤口崩开了，我还得再缝一遍。小龙虾，这可是现代夜宵摊上的招牌，怎么炒都好吃。哟，我当时谁在这儿像个叫花子似的乱刨呢？原来是二房的夏丫头啊！娘，您快别看了，当心沾了穷酸气。这大冷天的在水里摸铁孽虫，真是不嫌恶心。昨儿个分家的时候多硬实啊，这下好了吧？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，只能来溪里抓着没人要的臭虫子填肚子。夏丫头，大伯母心善，这2个铜钱你拿去买个杂面窝头，别真把这臭虫子吃进肚子里。有这闲钱，不如攒着给林大风买点好墨，毕竟用偷来的玉佩换钱供他读书，要是传到书院先生的耳朵里，不知道这书还不读得下去。你个臭丫头，胡咧咧什么？你少在这泼脏水！既然没关系了，你在这多管什么闲事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你们大房若是再敢来招惹我，我不介意去镇上衙门走一趟，好好查查那张当片的来历。秋月，咱们走，别跟这疯丫头一般见识。这二房的夏丫头落了一次水之后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以前连大声说话都不敢，现在竟然能把泼辣的王氏怼得哑口无言。夏夏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沉？你挖了多少草药啊？这不是铁甲虫吗？夏夏，你抓这玩意儿干嘛？大哥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能帮咱们赚钱的宝贝。夏夏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东西连村狗都不稀罕闻，怎么可能赚钱？那是他们不会做。大哥，你把这些小龙虾洗干净，我去一趟镇上，把草药卖了，顺便买些调料回来。今晚就让你们尝尝什么叫真正的美味。爹娘，我去一趟镇上。大哥，你按照我刚才教你的法子，把这些小龙虾刷干净。夏夏，镇上离得远，你一个人去能行吗？让你大哥陪你吧。不用了，娘，大哥得在家里处理小龙虾，这活精细，别人干不来。我快去快回，天黑前肯定到家。你来了，把药吃了，自己换药。我还要去镇上，顺便给你买套干净衣服。你这身太扎眼，要是被人发现，咱们俩都得完蛋。这琉璃瓶子晶莹剔透，做工极为精巧，连大夏国皇宫里都不曾见过。这个农家丫头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你不怕有毒？你若要杀我，何必浪费这么珍贵的药材？算你识相，乖乖在洞里待着，别乱跑。等我从镇上回来，给你带好吃的。好吃的？自己堂堂一个王爷，什么山珍海味没尝过，还不至于馋一口乡野村屎。根须完整，晾晒的也地道，30文钱，丫头你看可行？多谢掌柜。30文不多，扯2身粗布衣裳，再买些糙米掩人耳目，足够了。大哥，洗的怎么样了？夏夏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按你说的法子刷得干干净净，就是这玩意儿壳太硬，真能好吃。大哥办事我放心，爹娘呢？爹去后山捡柴火了，娘在屋里缝补衣裳。大哥，你把这些粮食拿进屋，今晚咱们不仅吃虾，还要吃顿饱饭。夏夏，你往锅里放了什么？怎么这么呛又这么香？这是什么神仙味道？阿姐，好香啊，比昨天的肉包子还香。娘，别提了，那富户少爷嫌我身子骨弱没看上。这是谁家在烧肉？怎么放了这么多大料？香的人直迷糊。娘，这味儿好像是从村委飘过来的。村委？那不是二房那个破茅草屋吗？不可能，那几个穷鬼连粒米都没有，哪来的钱买肉？肯定是哪家猎户打到了野味。出锅。夏夏，这铁甲虫真的能吃？大哥，张嘴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好啊，你们这群丧良心的，分家的时候装穷叫屈，原来是背着我们吃独食。王氏，段亲书上的字迹还没干呢，你就跑来我们家抢吃的，是欺负我们二方没人吗？这是铁甲虫，不可能！铁甲虫怎么可能这么香？你们肯定是在里面加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加了什么？与你何干？王氏，你若是馋了，自己去溪边捞去，别在我们家院子里撒泼。夏丫头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大伯母，你大伯读书辛苦，秋月今天相看也受了委屈，你把这盆铁甲虫给我端回去，就当是孝敬长辈了。王氏，你耳朵聋了吗？我们两家已经断亲了，哪来的长辈？出去！再敢踏进我这院子半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老二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们这破屋子连个门都没有，信不信我明天就让村长把你们赶出村去？林初夏，你个臭丫头，你敢泼我！泼的就是你，你若是再不走，下一盆泼的就是锅里的烫水。好，你们个二房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活该，馋死他！爹娘，别理他，咱们继续吃。是我，伤口还疼吗？你带了什么？好东西，
保你吃了一回，还想吃第二回。这是铁甲虫，这叫小龙虾，尝尝看，我亲手做的。你深更半夜跑进深山，就为了给我送一碗虫子？爱吃不吃，不吃我拿去喂山里的野狗。我吃。此物若能攻打军中，必能大展士气。我明天打算去镇上摆摊卖这个，你赶紧养好伤，来给我当护院，换上吧。明天晚上我再来给你送饭。夏夏，咱们真去镇上卖这铁甲虫？大哥，到了镇上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听我的就行。摆摊太慢，也卖不上高价，普通人眼里这是臭虫，1文钱1碗都嫌贵。那咱们去哪儿卖？去那儿。聚味楼？你疯了？那可是镇上最大的酒楼，怎么可能买咱们的铁甲虫？正因为是有钱人，才舍得为这独一份的美味掏银子。去，要饭去后门，前门也是你们这些叫花子能冲撞的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我们不是来要饭的，是来给你们掌柜送财路的。就你们这穷酸样，还送财路？桶里装的什么破烂玩意儿？赶紧走，别逼我动手赶人！这是什么味儿？吵什么吵？惊扰了贵人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掌柜的，这两个穷鬼非要往里闯，还说要给咱们送财路。小丫头，你这桶里装的是什么？铁甲虫！你这丫头莫不是来敲粉我的？这等腥臭的粪物也能拿来卖钱？掌柜的，是低物还是美味？您尝一口不就知道了。若是难吃，我兄妹2人立刻磕头赔罪，滚出这条街。若是好吃，这笔买卖您绝对稳赚不赔。这真是铁甲长做出来的？别人做出来的叫铁甲虫，我做出来的叫麻辣小龙虾。掌柜的，现在可以谈谈买卖了吗？小姑娘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这2桶虾我全包了，一桶给你500文，如何？钱掌柜，您打发叫花子呢？小姑娘，这铁甲虫西边随处可见，根本不值钱。我出1两洋银子已经是天价了。虾不值钱，值钱的是我这独家秘方。我前脚走出聚味楼，把这2桶虾端到对面迎宾楼，您猜迎宾楼掌柜愿不愿意出10倍价钱买？10两银子，我买断你这道菜的做法。大哥，挑上担子，咱们去对面看看。姑奶奶，有话好商量，你开个价。100两白银，不仅卖断这道菜的做法，我还包办后续独家调料供应。这方子里有10几味罕见西域香料，没有我的调料包，您就算请御厨来，也炒不出这个味儿。100两是聚味楼小半年的净利润。钱掌柜眼光放长远些，这麻辣小龙虾不仅是正餐，更是下酒神器。只要推出这道菜，您酒楼的陈元老酿销量至少翻3倍。100两换聚味楼日进头，您亏吗？100两，但我有个条件，这方子你绝不能再卖给第2家。一言为定。林姑娘，这是买断方子的钱和第1批调料定金，以后每7天我派人去靠山村取调料，价钱另算。夏夏，咱们真赚了100两！哎呦，我在做梦吧？大哥，这点钱算什么？以后咱们赚的比这10倍。走，咱们下期有钱了，去大采购。夏夏，有了这些东西，咱们这个冬天再也不怕挨冻受饿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等回去把茅草屋翻修一下，咱们再买几亩地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爹娘，方子卖给聚味楼了，足足卖了100两白银。以后聚味楼还长期跟咱们买调料。你没骗爹吧？爹是真的，聚味楼老板对夏夏客气的不得了。老天爷保佑，老天爷保佑啊！娘别哭了，好日子才刚开始。今晚咱们包饺子，猪肉白菜馅的，管饱。我活了30多年，第一次吃上纯白面肉馅的饺子，夏，爹沾了你的光了。爹，以后咱们天天吃白面，顿顿吃肉。等过几天把破屋子推了，盖个大砖房，再买几10亩良田。你迟到了半个时辰。吃饱了就好好养伤，明天开始我有大生意要干，你这保镖可得赶紧上岗。什么大生意？垄断整个清水镇的调料市场，我要让大夏国的富商权贵都排着队来给我送钱。你打算如何安置我？我如今这副模样，贸然出现在村子里，定会惹来盘查。这有何难？从明天起，你就是进山打猎遇猛兽，撞坏脑子失忆的猎户，只记得自己叫萧寒。我上山采药救了你，你无处可去，留在我家做长工报恩。失忆的猎户，自己堂堂大夏国战神，竟要沦落到农家丫头手底下装傻充愣？怎么委屈你了？你要是不乐意，大可现在就走出山洞。不过你要是暴露行踪，引来仇家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好，就依你所言。算你是食物，今晚好好休息，明早我来接你下山。夏，这位是？爹，大哥，别紧张，这是萧寒，外乡来的猎户。今早我去后山捡柴，发现他被野猪撞下山崖，摔破了头，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看他可怜，就带回来了。林大叔，林大哥，多谢林姑娘救命之恩，我如今无家可归，我愿意留下来干粗活，只求一口饭吃。哎呦，这孩子可刺眼的。大山，咱们家现在了多张嘴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，留下吧。既然是夏救回，留下吧，正好翻修屋子，也多个帮手。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。彼此。林大叔，我虽然受了伤，但力气还在，劈柴这种粗活交给我便是。好家伙，这手劲不愧是打猎的好手。
大叔过誉了，不过是些蛮力罢了。这免费劳动力用着确实顺手。娘，别吃了！我刚才在村口听说林长风和林大山雇了牛车，拉了1车青砖瓦片，他们要盖房。什么盖房？他们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村里人都在传，林叔下把那臭烘烘的铁血虫卖给大酒楼赚了一笔，不仅买了细面猪肉，还扯了好几匹细棉布呢。好啊，原来是早就藏了发财门路。秋月，就你后半夜，你就能去最好的书院。王氏，深更半夜不睡觉，来我家找什么呢？王氏，这大半夜的，不在大房热炕绸上睡觉，跑我们二房这漏风破屋里来纳凉。我起夜，天太黑，没看清路，走错门了。走错门？从村头大房走到村尾茅草屋，隔了大半个村子，你能走错门？你当咱们都是傻子不成？没天理了！长辈走错路还要被小辈审问。大哥，把门关死。今天既然贼进了门，咱们就关门打狗。你们敢？我可是你们亲大伯母林大山，你个没良心的，就眼睁睁看着你闺女打长辈。半夜摸进别人家里，那就是贼。这位大娘，腿脚不利索就别到处乱跑，摔断了骨头，可没人替你出药费。这一巴掌打你贪得无厌。小丫头，大伯母错了，大伯母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还不走？别再让我看见你踏进这个院子半步。真痛快，早就该这么收拾他们大房了。刚才办那一下干得不错。林姑娘过奖了，我只是碰巧脚滑了一下。行了，别装了。既然你现在是我家的长工，明天盖房子搬砖的活你可得顶上。好。大山啊，你这回可是出息了，这青砖大瓦房盖起来，可是咱们靠山村独一份的体面啊！都是托了村长叔的福，以后还得仰仗您多照看。大哥，你带人去把地基划出来。爹，你去镇上再买几斤肥肉和10斤白面回来。是。请村里人帮忙盖房，伙食得供上，不能让人戳脊梁骨。至于你，去把那些木头劈成适合做房梁的尺寸。记住，要装得像个受了伤的猎户，别干太快引人怀疑。好。夏夏给帮工的做饭，切点肉末借个味儿就行了，哪有这么大块切肉的？娘，人家干的都是力气活，肚子里没有水怎么行？咱们吃好喝好招待着，人家干活才卖力，房子盖的也结实。再说了，咱们现在不差这点肉钱。大山叔，你们家这伙食也太硬了，这肉香味儿，我过年都没闻过这么浓的。大家伙敞开了干，今天中午白面馒头管够，还有大肉片子。吃饭啦！连大气都没喘，连大气都没喘。长工，吃饭了。多谢东家。你这力气只用来劈柴倒是屈才了。等房子盖好了，我打算去买几亩荒地，到时候开荒的重任可就交给你了。开荒？让我一个堂堂大夏国战神去刨土？东家服从，只要管饭就行。放心，跟着我混，顿顿有肉吃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财富值突破100两，空间满足初级升级条件，正在解锁新的农作物基因库。只要种下去，3个月就能收获，不仅能解决全家温饱，还能赚大钱。但这么高产的作物，必须稳妥种下，必须尽快买地，要买那种远离村子、面积够大、能完全封闭的荒地。夏丫头这么早过来，是家里盖房子缺什么了吗？村长叔，我不缺东西，我是来找您买地的。买地？大山家现在宽裕了，是该置办几亩良田。村东头老李家刚好有2亩水田要出手，你要是想要，我帮你去说说。村长叔，我不买水田，我想把后山那片荒坡买下来。买后山那片荒坡？夏丫头，你莫不是发烧烧糊涂了？那地方全是石头杂草，连根草根都刨不出来，买来能干啥？村长叔，我自有打算，
您就告诉我，那片荒坡官府是什么价？那荒地根本没人要，官府竟1两银子1亩，少说有50亩。你真要全买？全买，还请村长叔今天就受累去趟镇上，帮我把地契办下来。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次见有人拿50两银子买废石头的。这钱是我自己赚的，您只要帮我把地契办妥，这2两碎银子就是您的跑腿费。行，叔这就去镇上跑一趟。东家，你这大清早的去哪儿了？长工，准备好大干一场了吗？我刚买下了后山50亩荒地，从明天开始，你的任务就是去把那50亩地给我翻个底朝天。100两银票，买50亩地花去1半，加上盖房、工钱，钱真是不经花。放着这么个现成的好身手不用，岂不是白白浪费？长工别忙活了，拿上家伙，跟我进趟山。后山外围野物早就被村民吓跑了，东家想去哪儿？自然是去别人不敢去的地方。咱们家快揭不开锅了，得去老林子里借点财气。深山里有狼群和熊瞎子，东家这细胳膊细腿，不够他们塞牙缝的，要钱不要命了。这不是有你吗？你可是连老虎能打死的猎户，有你在，我怕什么？走吧，若是真遇上大虫，我可顾不上你。东家，再往里走就是野猪群的地界了。野猪皮糙肉厚，发疯来连老虎都得避让3分。来都来了，空着手回去算怎么回事？你这么厉害的猎户，还怕几步猪不成？别出声。退后！小韩，闪开！这哪里是猎户，这简直是杀神！东家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暗器？没什么，防身的药粉罢了。行啊，长工，深藏不露啊！这么大一头野猪，就这么被你解决了？至少300斤。东家不是说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吗？这头猪够全村人吃上3天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小韩，赶紧把他扛下山。东家，我虽然力气大，但好歹也是个重伤未愈的病患，你就不怕把我压倒？能者多劳嘛！你把他弄下山，今晚我亲自下厨，给你做红烧野猪肉，管饱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么大的野猪，这得有300多斤吧？小猎户一个人就给扛回来了。夏夏，你们怎么跑到深山里去了？有个3长2短怎么办？爹，这不是有萧寒在吗？各位，疏段时间，大家给我家盖房开荒辛苦了。今天这野猪不卖，就在院子里支大锅，全村老少都来吃肉。几百斤的肉啊，就这么白白给外人吃了，这群败家玩意儿！爹，您走路怎么连个声都没有？吓死我了！没出息的东西，趴在门缝看能看出块肉来。去灶房拿个最大的木盆。我是他林大山亲爹，他打了野猪请全村人吃，敢不孝敬老子？你去告诉他，挑那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给大房切30斤送过来。对呀，林大山再怎么横，还能背上个忤逆不孝的骂名。萧兄弟这手艺比镇上干了30年的老徒还要利索，熟能生巧罢了。开饭喽！大家敞开了吃，肉管够，白面馒头也管够。哎呦，老二啊，你这日子过得可真是阔气。别说了，你既然打了野猪，就该先孝敬长辈，赶紧的挑最肥的五花肉，给我切30斤，再盛2盆大骨汤。大郎读书费脑子，得好好补补。王翠花，你这盆拿的是不是太小了点儿？是小了点儿，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再给我装半袋白面也行。我家的肉就是拿去喂后山的野狗，也不会给你大回一块碎骨头。你想吃肉，行啊，拿钱来买。看在曾经是亲戚的份上，我给你算便宜点，1两银子1斤，拿30两银子出来，我立刻给你切。你想钱想疯了！林大山，你闺女这么跟长辈说话？你去告吧，但今天这肉你一块也别想带走。没天理了！亲儿子吃香喝辣，亲姥爷在家里饿肚子。行了，王氏，你别在这恶心人了。大山哥一家被你们赶出来的时候，连被子都没给，现在人家日子好了，你端个比洗澡盆还大的碗来要肉，你脸皮是城墙做的吗？你们等着！长工，今天这头猪你当居手工，这碗肉专门给你留的。东家这借花献佛的本事倒是用得顺手，吃人的嘴软。东家放心，只要肉管够，命都能卖给你。林姑娘，林姑娘可算找到你了。钱掌柜，看你这架势，是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了。我这刚出锅的野猪肉，要不要来一碗压压惊？还压什么惊啊，姑娘，咱们那小虾卖疯了，从早上开门到现在，客人就没断过。昨天送的30斤调料包，中午就用完了。真有这么火？去二号别急，调料包我早备好了。不过光靠野猪剩下的里猪竹下切成1个小块，早晚有客人吃腻先串起来。大哥，生个炭火盆。林姑娘，这究竟是什么香料？钱掌柜，先尝后谈。绝了，真是绝了！姑娘，这肉串要是进我聚味楼，城里贵人也得抢着买。这香料方子我买了，你开个价。钱掌柜，
这叫祖燃，是我从西域商人那儿弄来的，咱们这儿可没有。方子我不卖，但我可以卖给你一个生财兆。这烤肉讲究烟里气，放雅吃就失了灵魂。你回去在聚味楼大门口支2个大烤炉，傍晚烽火烤肉，这香味能飘几条街，谁闻了不馋？对呀，这香味就是最好的招牌，客人闻着味儿肯定点几串。烤肉辛辣咸香，吃了必定口渴，到时候还愁卖不出去吗？掌柜的通透，这调料我独家供给你，1斤调料10两银子。另外，门口支摊烤肉的法子是我出的，烤肉和酒水的净利润我要抽2成。林姑娘，这抽成是不是太狠了些？我酒楼上下几十口人也得吃饭呀。钱掌柜，清水镇可不止你聚味楼一家酒楼，对街迎宾楼最近被小龙虾压得喘不过气吧？你说，如果我把祖燃烤肉生意送到迎宾楼掌柜面前，他愿不愿意给我3成利？别，林姑娘，咱们可是老交情了，2成利就2成利，这买卖我聚味楼干了。这是200两定金，你先给我包10斤祖燃，我今晚就回去支摊子。钱掌柜，和气生财，只要咱们合作愉快，以后大夏国的酒楼行当迟早是你聚味楼说了算。财迷，东家这么会赚钱，京城那些账房怕是都要没饭碗了。京城太远，我只认眼前的真金白银。喏，专门给你留的。今天猎野猪辛苦了，长工。味道确实不错，不过东家脸上沾了灰，这财神爷的模样倒像是个小花猫。干你的活去，少在这儿没大没小。东家早点歇着，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。这长工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不过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林初夏妹子，不好了，地里的苗子成精了。昨晚咱们走的时候，土豆苗才刚冒尖，今天那苗子都窜到小腿肚子那么高了，连旁边种的白菜萝卜都有碗那么大，不是成精了是什么？这可全靠空间灵泉呀的功劳呀！东家，这地里的风水当真是好得很啊！大家别慌，这土豆本就是我从西域行商手里重金买来的神种，生长期极短，再加上后山引来圈泉活水，长得快是正常的。这哪里是什么妖异，分明是老天爷赏饭吃，让咱们靠山村今年过个丰收年。不该问的别问，要是地里少了一根苗，我拿你是问。遵命，我的东家。发财了，这回真发财了！走，今天东家我心情好，请你吃大餐。夏，这房子明天就能上梁封顶了。按咱们这儿的规矩，上梁是大喜事儿，得撒铜钱、抛馒头，再办2船上好席面，请村里人热闹热闹。爹，席面的事儿您和娘做主就行，肉和白面管够，咱们家现在不差这点钱。后山地还有空余，我今天去镇上一趟，买些果树苗回来，顺便把上梁用的糖果糕点也备齐。小肖，放下手里的活，套上牛车陪下去趟镇上。这丫头一个人出门，我不放心。爹，不用她跟着，我自己赶牛车去就行。东家既然嫌我挨拽，那我就留下来卖苦力。不过东家路上可得当心，这年头眼红财神爷的人可不少。提取10颗改良水蜜桃树苗，10颗红富上苹果树苗，5颗葡萄藤，高产番茄、白菜、西瓜、黄瓜、豆角种子各20斤。姐姐回来啦！姐姐，你买什么好吃的啦？谢谢姐姐。小雪力气大，小雪也能帮姐姐干活。树苗太重，你们拿不动，去把那几个轻巧的菜种袋子拎到后院就行。东家买的这些树苗，长得倒是奇。你一个打猎的，什么时候也懂果树了？这是我托聚味楼钱掌柜从外地高价弄来的优良品种。既然是高价弄来的，那就得赶紧种下。后山大棚旁边的空地我已经翻好了。这是镇上100年老字号的酱牛肉，还热乎着。今天搭架子辛苦了，拿去补力量。东家这算是私下犒劳。想得美！我真是怕你饿瘦了没力气，赶紧吃完了干活去。明天上梁，大房那边肯定会来凑热闹。东家打算怎么应对？他们要是安分守己吃席，我全当花钱喂了狗；要是敢在我的好日里触霉头，那我就他们知道。东家放心，有我在，这靠山村没人能扫了你的兴。好，那明天就看你的了，长工。
上一步金玉满堂，上二步人丁兴旺，上三步荣华富贵万年长，撒粮喽！老二，你新房上梁怎么连知会都不吱吱一声？要不是听见爆竹响，你是不是打算连亲爹都不认了？行了，大喜日子吵吵什么？我是你亲老子，这主桌自然该我做。去，让老大家媳妇儿去灶端2碗纯肥肉，我牙口不好，嚼不动瘦。慢着，你们是不是走错门了？长辈，我林初夏的长辈只有我爹娘，既然是吃席的，请问随了多少贺礼？要钱！臭丫头，你钻钱眼里了吧？我今天不仅要吃，吃完还得连锅端走，我看谁敢拦我！东家，这桌子腿有点晃，我修修。不过这斧头刚磨过，不见血容易生锈，不知道这位大娘的骨头有没有这实木桌面影？这猎户要杀人了！长工，桌子劈坏了，从你下个月的工钱里扣。东家开心就好，一点工钱我赔得起。万物生灵泉的功效果然逆天。冬小麦能解北方冬日无粮困境，农机图纸能省大量人力。望着远处连片荒山，心底盘算着更大的计划。东家的胃口倒是一天比一天大，忙一整天连口水都没喝，这是打算修仙？你特意烧的热水，顺手罢了。爹娘，咱们今天先把屋子分了。正房最暖和，爹娘住东屋，爹的腿阴雨天疼，这屋子朝阳，能多晒太阳去寒气。小雪和小东住正屋西屋，大哥是家里顶梁柱，住东厢房南屋，光线好，看书算账也亮堂。我住哪儿都行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。萧寒，这间屋子归你。东家这是在可怜我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你现在是咱们家最值钱的劳力，后山50亩地还得指望你看管，让你睡柴房动出好歹，我上哪儿找么好使的长工？既然东家这么看重我，那这间屋子我就收下了。再说你住大哥隔壁，家里进贼，你也能第一时间听见动静。剩下的西消房归我，我平时要琢磨账本和新菜谱，需要清静，你们没事别来吵我。西消房靠着院墙，夜里进出方便，用灵泉水捣鼓东西，不容易被家里人发现。照这个涨势，最多半个月就能全面丰收。东家这巡视领地的架势，倒真像个巡视封地的诸侯。长工，你今天来的挺早啊。拿了工钱，自然得干活。东家给的工钱这么高，我总不能天天睡懒觉。这地里的庄稼长得确实邪乎，清水镇最大的地主，怕是也没见过这么水灵的菜。东家手里握着这么好的种子，怎么不趁着手里有闲钱，把旁边那座荒山也一并买下来？以东家本事，就算把整座靠山村的地都买光，也不在话下。不买。为何？东家不是一向嘴欢银子吗？银子是好东西，但也要有命花才行。咱们满打满算，加上长工也就10几个人，50亩地已经是照看极限，步子迈得太大，容易扯着腿。东家高见，看来我这个长工还能跟着东家混很长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。哼，少拍马屁！这批菜再过几天就能摘第一茬。你今天带着铁柱哥他们把大棚的油纸全部罩上，今天还得和大哥去镇上找木匠打家具，顺便去布庄扯几匹布，5张拔布床，用上好榆木打磨的不留一根木刺，再打2套8仙桌椅，5个大衣柜，外加几个装杂物称的樟木箱子。林姑娘放心，您要的现货库里都有，都是老师傅的手艺。下午我就套3辆牛车，亲自给您送到靠山村去。夏夏，咱们这辈子都没盖过这么软和的被子。大哥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等后山50亩地收了，咱们不仅要盖软和被子，还要穿绸缎衣裳。没天理啦！亲爹在破草屋挨冻受饿，亲儿子却住青砖大瓦房，老天爷怎么不降道雷，劈死这群不孝的白眼狼啊！让一让。好啊，你们果然有钱买这些金贵玩意儿。夏丫头，你爷爷腿脚不好，新宅正王东屋必须腾给他住，新家具直接搬进东屋。我是大房长媳，理应伺候公婆，西厢房归我们大房。王翠花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这房子是我们2房1砖1瓦盖起来的，凭什么让给你们？凭我是你亲爷爷，只要我这把老骨还有一口气，林家的产业就得由我做主。老头子，王翠花，你们是不是记性不太好，还是觉得我林初夏脾气好，能任由你们拿捏？这是分家时签的断亲书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2家从此恩断义绝，死生不复相见。文书在县衙备了案，你们现在跑来强占民宅，当儿戏吗？血浓于水，
一张破纸还能断了血脉亲情不成？这是新宅和后山50亩地的红契，户主名字写的是我林初夏。这宅子里的一砖一瓦都跟你们大房没有半个铜板的关系。我不管，今天不让我们住进去，我就撞死在这大门上！我倒要看看背上逼死长辈的骂名，你们以后在村里怎么做人！王翠花，你想死可以，别脏了我家的新门槛。不过在你死之前，麻烦先看看这是什么。这是林秋月亲手写下认罪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他如何勾结镇上迎宾楼地痞，试图毁我清白，将我迈入暗门子。长工在，拿上认罪状和断亲书，去镇上县衙击鼓鸣冤，就说林家大房纵女行凶，勾结地痞，谋财害命，如今又倚老卖老，强占民宅，请县太爷秉公执法，革去林家大郎的秀才功名，将林秋月流放3000里。遵命，东家。别去，夏丫头，是爷爷老糊涂了，爷爷错了，你千万别去报官，你大伯的功名不能毁呀！初夏，好侄女，我们这就走，再也不敢来闹了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秋月吧！滚！带着你们的破烂儿，立刻从我家门口滚出去！以后若是再敢踏进我这院子，我保证县衙的枷锁会立刻套在林秋月的脖子上。大山啊，你生了个好闺女，以后这靠山村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们二房了。让各位叔伯婶娘看笑话了。铁柱哥，麻烦大家搭把手，把家具卸进去。明晚我让大哥打几斤好酒，大家辛苦了。爹做梦都没想到，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。爹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了头。东家，这地里的庄稼似乎死了。不，长工，这是要大丰收了。明天一早，通知所有长工带上锄头和麻袋，准备迎接咱们的第一座金山。初夏妹子，这天还没大亮呢。昨儿傍晚我从后山过，地里苗子都黄透了，跟死草一样，庄稼都旱死了。咱们拿麻袋去装啥？朱哥，到了地头你就知道了。今天干的是力气活，中午切10斤猪头肉，打2班烧酒，干的最多的额外赏100文钱。多好的地呀，怎么就绝收了呢？老天爷，这是啥稀罕物？这叫土豆，不长在枝头，全长在地底下。苗子越黄，底下果实越结实。大伙儿别愣着了，动手吧！自己在边关打了10年仗，这东西耐旱、高产、易储存，长在地下不怕风霜。这哪里是寻常果树，分明是能解边关燃眉之急的军粮神物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随手拿出的西域神种，竟能解决大夏100年来的军粮困境。村长爷爷，您来的正好。这土豆是头一回种，我心里没底，想请您老给长个秤，算算亩产。120斤，3000斤，夏丫头，这1亩地竟然能产3500斤！大夏最好水田亩产也才400-500斤，荒山野岭的旱地竟种出了3000多斤粮食。天佑大夏，天佑咱们靠山村啊！有了这神物以后，遇上灾年，咱们村再也不会有人饿死了。村长爷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土豆能顶粮食，也能当菜吃。今天挖出来的，除了刘种的，我打算备村里每户10斤尝尝鲜。大伙儿帮我开荒种地，这是应得的。只要大家把嘴闭紧，别让外村人知道地里底细就行。夏丫头放心，谁要是敢出去乱嚼舌根，我直接开祠堂把他逐出靠家村。东家，这土豆若是用水煮熟，可果不腐。水煮或是丢进火堆烤熟都行，吃几个就能顶半天饿，比吃糙米还管事。这东西长得快，管饱，旱地能活，地窖能存好几个月。东家可知这4样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能赚大钱。东家是聪明人，何必跟我装糊涂？这东西若是送到边关，100万大军便再无断粮之忧；若是送到京城，当朝天子也得给东家封个诰命。东家手里握着这样的国之重器，却只想着在清水镇开酒楼，未免太大材小用了吧？我只是个乡下农女，不懂什么国之重器，我只认手里的真金白银。天子封的诰命能当饭吃吗？边关大军断不断粮，那是朝廷该操心的事儿。我只操心这批土豆送到聚味楼，老钱能给我开出什么价。东家说的是，不过东家这批货太扎眼，若是没有强硬靠山，这金山怕是会变成催命符。靠山？
我林初夏就是自己最大的靠山，谁敢把手伸进我的地盘，我就剁了他的爪子。要是你拿着我给的工钱，就替我把这片地看牢了。要是这土豆少了一颗，我拿你试问。遵命，只要东家按时发工钱，我这把骨头任凭东家差遣。50亩总产量近17万斤，除去2万斤留种，500斤分村民，剩下14万多斤分批出售。大哥，明天一早套上牛车，装500斤土豆，咱们去一趟清水镇。夏夏，直接送去聚味楼卖给钱掌柜。不卖，白送。白送？这可是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金疙瘩钱。这东西在大夏国是独一份，直接卖老钱未必知道它的价值。明天咱们去聚味楼，我亲自下厨做一桌土豆宴，我要让整个清水镇的食客都知道，这土豆看着灰皮皮，做法得当，绝不比酒楼招牌菜差。等他们吃上了瘾，土豆的定价权就捏在咱们手里了。白送，这小狐狸做生意的手段，比京城那些老奸巨猾的皇商还要高明。看来这封密信得赶紧送去京城了，大夏国的军粮危机终于有解了。我得亲自守着，谁也别想抢走。东家，来客了。傻丫头，快准备着，县令大人亲自下乡来了。你便是林初夏？民女林初夏，见过县令大人。不必多礼。本官在县衙听闻靠山村出了名为土豆的神物，亩产竟达3000斤以上，此事可当真？耳听为虚，大人请随我来。这真是长在地下，不挑旱涝。是，此物耐旱，且生长期极短。林姑娘，若此物真能在大夏推广，你便是救了万千百姓的性命。本官定得上奏朝廷，为你请功。大人言重了，民女不过是想让家里人吃顿饱饭。主子，高子航来了，他是高老太傅的孙子，心思正却最是固执。他若将土豆的事报上去，京里那些闻到腥味的猫，怕是立刻就要扑过来了。主子的意思是写下他的奏折？不，让他报，但派人盯紧了。折子进京后，谁敢动林家一根汗毛，直接杀了。另外，告诉老三，把我名下那支玄甲卫调一队过来，隐在靠闸村周围。主子，这动静是不是太大了些？大吗？我萧寒的东家自然要用这天下最硬的盾来守着。软糯清香，竟比素米还要顶饿。林姑娘，高某有个不请之请，这批土豆，高某愿以市价3倍超购，作为种粮分发全县，不知姑娘可愿割爱？大人，我家东家说了，这东西白送，不过白送是有条件的。这男人又在发什么疯？大人，我这长工是个直性子，不过他说的也正是我的意思。这14万斤土豆，我可以分文不取，全数捐给朝廷作为种粮。林姑娘高义，大人且慢，我说了，白送是有条件的。其一，县衙必须出具盖了官印的文书，昭告全县，任何商户不得以任何名义强买强占我林家的田地和配方。其二，县衙必须派人指导，我林家只负责出3个人教种植之法，绝不承担分发和运输的杂役。其三，免除我林家名下所有田地10年的赋税。好，本官答应你。林姑娘聪慧过人，高某在京城也算见过不少名门闺秀，却无一人能及姑娘这份控狠气力度。抱歉，手滑。大人，既然条件谈妥了，明日便请大人派车队来拉种粮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高某明日亲自带队前来，文书也会一并奉上。长工，你今天胆子挺肥啊，敢当着县令的面替我做主，还敢吓唬朝廷命官，不怕他治你个不敬之罪？东家这是在心疼那个小白脸县令？我心疼他干什么？我是在心疼我的钱。要不是你刚才插嘴说白送，我本打算狠狠考他一笔的。东家聪明一世，怎么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？高子昂是京城高家嫡系，手里没多少现银，他也拿不出几千两。但你把土豆白送给他，换来县衙的庇护和免税文书，这叫花钱买平安。有了那官府旁文，往后在这清水镇，你横着走也没人敢说个不字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京城高家的人？以前在深山里打猎，救过一个京城来的过路客，听他提过几嘴。
拿了工钱的，自然要替东家把方方面面都算计到。算你过关。不过下次再敢擅自替我做主，扣你半个月工钱。把剩下的土豆装好车，走，咱们去宰老钱一顿。遵命，东家。林姑娘来了！哎呦，我的财神奶奶，您可算来了！昨儿听说您家新宅上梁，我这酒楼实在走不开，只让伙计送了份薄礼，您可千万别见怪。钱掌柜客气了，我今天来是给你送一桩大买卖的。又有新菜谱了？不是菜谱，是新食材。林姑娘，这是什么稀罕物？看着像土疙瘩似的，能吃吗？借你家务厨一用，半个时辰后你就知道它能不能吃了。您请，您请。这手刀工没十几年火候根本练不出来。好香啊！钱掌柜，尝尝。绝了，太绝了！林姑娘，这叫土豆的东西，您手里有多少？我聚味楼全包了。全包？钱掌柜，这东西可是我独家秘制的，整个大夏国除了我林家，绝对找不出第二家。你打算出什么价？1两银子10斤。不卖。林姑娘，这价钱已经极高了，您想要多少？我要聚味楼这2道土豆招牌菜的2成纯利，食材我无限量供应，咱们细水长流。成交。林姑娘，这50两银票是前期的定金，以后土豆进货价按市价结，2成纯利，月底准时送到府上。钱掌柜是个痛快人，明天一早我会让人送第一批土豆过来，顺便把那几道菜的火候秘诀交给后厨。东家今天赚得盆满钵满，是不是该考虑给长工涨点工钱了？想得美！你现在吃我的住我的，我没收你食宿费就不错了，还想要涨工资？初夏妹妹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小生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宋秀才，咱们非亲非故，别挡着我的牛车。初夏，你家虽盖了新房，说到底还是没有功名庇护的农户，难免遭人闲话。小生已有秀才功名，你若是愿意，小生可以勉为其难，纳你进门做个平妻。这穷酸秀才不仅脸大如盆，还想空手套白狼。宋秀才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卖力气的长工也配和本秀才搭话？我家东家的名讳也是你这种废物能叫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有功名在身的秀才，你敢动我？功名，你信不信，我就能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？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长工，你这脾气可真够大的，人家好歹是个秀才，你把人家吓尿了裤子，就不怕他真去报官抓你？东家放心，这种没胆子的软鞭不负没胆子的软蛋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去县衙。我拿了工钱，自然要替东家挡掉这些狂风浪蝶。东家若是觉得我干得好，不如考虑一下涨工钱的事。干活去，少贫嘴。自有靠山村农女林初夏，研制高产新粮有功，特免去林家名下田地10年赋税，任何人不得侵占林家田产。免税10年，还有县太爷撑窑，彻底一飞冲天了。造那么多粮食，换成银子得多少钱啊？就这么白送给官府了。林姑娘，重粮已全部装车，高某代表全县百姓谢过姑娘大恩。大人言重了，各取所需罢了。车队已经准备妥当，再不启程，怕是天黑前赶不回县衙了。高某告辞。东家，碍眼的人都走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商量一下50亩地接下来种点什么？当然是种能赚大钱的东西。通知铁柱哥他们把地翻一遍，准备搭温室大棚。咱们要在这大雪封山的冬天里，种出些能卖上高价的稀罕蔬菜。这3样东西在冬天的大夏国，绝对是能卖出天价的稀罕货。夏夏，
你真要去镇上？这雪还没停，路滑得紧，那玉佩是死当，怕是早被当铺给转手了。娘，那玉佩是外祖母留给您的唯一念想，无论如何我也得去试试。我也去。当东西还是熟东西，死当不熟，活当过期不候。3个月前，靠山村王氏在这里死当了一块龙凤玉佩，我要赎回来。姑娘，死当便是断了念想，那玉佩早已入了库，这不是银子的事儿，规矩就是规矩。掌柜的，我与高县令有些交情，若是因为这点小事让大人亲自过问，怕是不太好看。哎呦，原来是林姑娘，失敬失敬，您早说啊！既然是误会，那玉佩定然还在。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后库寻。原价20两，您给25两，剩下的5两是给兄弟们的茶钱看。当。拿到了。走，去聚味楼瞧瞧。王翠花觉得我冬天种不活菜，我偏要让她看看这银子是怎么滚进来的。林东家，这3个月咱们聚味楼的麻辣小龙虾、土豆还有特色小炒卖的是真红火，除去食材成本、酒楼人工和约定分成，该您的是320两。钱掌柜办事，我自然放心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难道是嫌赚少了？哪能呢？只是这寒冬腊月的，城里家家户户都吃腻了腌菜冻肉，客人们天天问有没有新鲜蔬菜，我这愁的头发都白了几根。别说绿叶菜，就是个脆萝卜都金贵得很，有价无市。巧了，我今天来除了算分成，就是给钱掌柜送新鲜菜的。林东家别逗我了，这雪刚停，地里能长出菜来，我昨儿还去求教菜园子问，说要等开春村化冻才能下种呢。寻常菜园子自然不行，但我的菜园子可不是寻常的。钱掌柜要是不信，跟着去我家后山大棚瞧瞧，保准让您瞧见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冬日稀罕菜。夏丫头，这大雪刚过，你真能在这纸糊的棚子里变出菜来？我看是变出冰疙瘩还差不多，费了那么些油脂和炭火，要是没见着绿叶子，看他怎么收场。村长爷爷，能不能成？您进去瞧瞧不就知道了。这里头怎么跟夏天似的？老天爷，这真是神了！我种了半辈子地，头一回见着冬天下雪还能长出绿菜的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障眼法！这地界哪儿来的番茄？大伯娘，是真是假？您尝尝。甜，这菜怎么比果子还甜？铁柱哥，带大家伙动手，黄瓜摘直溜的，番茄挑粉红的，草莓连叶子一起剪，动作轻点，别伤了秧子。东家这西域药粉，怕是连神仙都要眼红。长工，少说话，多干活，去把牛车垫上厚厚的棉被，这菜娇贵，路上见不得寒气。林东家，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您这些鲜菜能不能包给我聚味楼？您开价要多少定金，我现在就给您。不仅如此，咱们得签个长久契约，往后您这出的菜我全收了。实不相瞒，林东家，这聚味楼只是我家主子名下一个不起眼的小产业。我家主子姓沈，是京里数1数2的皇商，专做贡品生意。最稀罕的就是您这种独一份的好东西，我现在就给主子写信，把您冬日种菜的奇事原本说清楚，再附上几根黄瓜番茄当样品。主子要是知道了，保不准亲自来找您合作，到时候您这菜可就不是只供县城了，那是要送进皇宫的。沈氏皇商背景深厚，若是能搭上这条线，往后在这县城里，便没人敢轻易动。陛下，北方大雪封路，粮草运输受阻，边关30万大军的冬衣与粮草已是捉襟见肘，若再不想办法，恐生兵变啊！一群废物，国库的银子流水似的拨下去，换来的就是30万将士要挨饿受冻吗？陛下，清水县令高子昂急奏呈上。猛产3000斤，冬日仙树，众卿家都看看，这清水县令所言是否属实？陛下，若此事为真，我大夏将再无饥荒之忧。那冬日鲜菜更是能解边关将士的燃愁之急。陛下，
此事太过匪夷所思，恐是地方小吏为求功绩，夸大其词。臣以为当派心腹之人前往清水县亲眼核实，若真有此神物，再行封赏不迟。若是欺君罔上，当满门抄斩。丞相所言极是，父皇，此事事关国本，不可轻信。儿臣愿派麾下亲卫前往清水县一探究竟。准奏，传朕旨意，命赵德清即刻带一队人马，日夜兼程赶赴清水县靠山村核实真伪。若此事为真，朕要重赏那名叫林初夏的农女。若有半句虚言，提头来见。陈峰亲自带人去一趟靠山村，此行有2个目的：第一，若土豆和冬日种菜的番法是真的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那农女和配方带回来；若他不从，就地格杀，将配方抢回来。第二，我听说萧寒那厮重伤后便是在清水县附近失踪的，你顺便查查此事与他有没有关系。一个乡下农女，我不信她有这通天的本事。王爷放心，属下定将此事办得妥妥帖帖。主子，圣旨已下，禁军统领赵德清和雍王府的陈峰正带人赶往靠沙庄村。赵德清是皇帝的忠犬，不足为惧。陈峰是萧锦业的爪牙，心狠手辣。传令下去，让潜伏在清水县的暗卫盯紧赵德明一行人。他们若是敢动林家一根滑毛，就让他们永远留在靠山村的雪地里。东家，喝口热酒暖暖身子。长公，谢谢你。东家客气了，拿了你的工钱，自然要替你办事。不过，东家若是真想谢我，那个臭丫头真是心黑，一顿肉都舍不得给咱们，还把咱们往外赶，早晚遭报应。娘，别气了，咱们等着，我爹回来了，肯定能治他。大爹，你可回来了，你可得给咱们娘俩做主啊！二房现在翅膀硬了，全村人在这羞辱咱们。哭什么哭？成何体统？我是读书人，你这样吵吵闹闹的像话吗？爹，他现在有钱了，雇了长工，连县太爷都给他撑腰。县太爷撑腰，走去二房看看。初夏妹子，不好了，林大风往这边过来了。他倒是会挑时候。初夏呀，大伯回来了，听说你现在出息了，特意过来看看你。大伯，我记得分家契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咱们2家恩断义绝。林大风，你现在上门，怕是走错地方了。初夏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毕竟血浓于水，当初分家也是一时义气，哪能当真？听说你冬天种出了菜，还赚了不少钱。不过你一个女孩子家做生意总归不方便，不如让大伯帮你打理。大伯是读书人，懂得记账算账，肯定比你一个小姑娘靠谱。林大风怕是忘了，你读了20年书，连举人都没考上，书院的世修还是我爹辛辛苦苦出的。当初我娘生病，家里连买药的钱都没有，你可是连一封家书都没写过。在我赚了钱，你倒想起自己是大伯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读书是为了林家的前程，现在让我帮你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不必了，请回吧。告我，白纸黑字，上面写着从此各过各的，互不相欠。当初你读书的钱是拿了我母亲的玉佩当出来的，分家时我们可是1分钱都没拿到，你现在来跟我说笑，不可笑吗？你别忘了，你占的可是咱们林家的地界，后山那片地早年也是林家的产业。林家的地界，那是我上个月花50两银子从县衙手里买的，地契文书都在。你要是不信，咱们现在就去找高县令评理，正好让他看看你这个秀才是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的。东家，给你的。你什么时候学会雕刻的？山里闲时练的，东家喜欢，日后再刻。喜欢，谢谢你。分内事，若要谢，今晚红烧肉多添2块。就知道吃，快去干活，木炭还没运完呢。好。爹，老二家发达成什么样了？你怎么能由着他们分家？这不是把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推吗？你还有脸问我？你怎么不问问你那好媳妇儿干了什么丧天天良的蠢事儿？她偷了老二媳妇娘家传下来的龙凤玉佩，拿去当了20两银子。还有你这好闺女，
眼红夏丫头，竟然勾结别人，想毁了夏丫头的清白，被逼着写了认罪纸。毒妇，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眼皮子浅的蠢货？大爹，我那不也是为了给你凑叔孙吗？学院里处处要钱啊！只要我能弄到那种子的配方献给知府，别说举人，赏个一官半位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。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夏丫头把那10几万斤的土豆全部无偿上交给了高县令，全交了，他一斤都没留，一斤都没留。娘，开春后我想送小东去镇上的学堂，小雪也一块去认几个字。哪有女娃娃去学堂抛头露面的规矩？咱们家的姑娘绝不能做睁眼瞎，学堂不收，我就花重金请先生。东家这想法倒是不错，大户人家的女子确实多在内宅读书，但在京城不仅要熟读诗书，有的甚至能骑马射箭，不输男儿。将来无论遇到什么变故，她都能有自保的底气，不至于被人随意欺凌。长工连京城千金的事儿都门儿清，你以前到底是打猎的，还是在京当差的？隐士大叔没有，县城的书生倒是有一个。长工，你这算不算揽私活？我雇你来劈柴的，现在要当夫子，这工钱怎么算？夫子的束修我也不多要，每天管3顿饱饭，外加1碗肉。成交，交不好我可是要扣你肉的。东家放心，定然干得漂漂亮亮。主子，京城来人了，赵统领的禁军和雍王府陈封，预计明日正午抵达。陈封带了多少人？20名雍王府顶尖死士，想趁夜色暗中劫狱林姑娘。哼，萧锦业还是这般上不得台面。传令下去，在村上设伏。至于陈封和那20个死士，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夏夏手艺越来越好了，这日子真是想都不敢想。萧夫子，这杯酒敬你，以后我家这几个学生的学业就仰仗你了。东家客气，林大叔，放心。好辣，好过瘾！夫子多吃点，教书是个体力活。多谢东家。夏夏，你再等会儿。35加上28，5加8是13，进1。大哥，要是遇上大买卖，你要算几十上百斤的菜钱，难道还要脱了鞋算？夏，大哥真不是这块料，这算术比离地还费神，我脑袋里像塞了一团乱麻。今天咱们学点新鲜的。昨天教过你，1斤番茄卖20文，要是卖3斤，你怎么算？20加20再加20，一共60元。那要是卖9斤呢？你要把20加9次吗？这时候就要用到乘法，乘法就是把相同数加很多次的捷径。这套口诀叫99乘法表。大哥，你跟着我念：11得1， 12得2， 13得3。1得1， 12得2。大哥，别把它当死板算数，就当它是村头唱的顺口溜，顺着往下背。一筐青菜8斤重，咱们装了7筐，一共是多少斤？7、8、56斤，我没掰头就算出来了。只要背熟，复杂账目你都能瞬间算出大概。这哪里是算菜钱的顺口溜，分明是能让军需调拨提速数倍的利器。这农家少女脑子里到底还装着多少奇思妙想？东家这套算术秘籍当真是精妙绝伦。萧夫子什么时候来的？偷听我们家祖传秘密可是要交学费的。东家开个价，只要萧某给得起。你若是学了我的算术，这辈分怎么算？达者为师，在算学上，东家便是我的师傅。萧夫子，你学问那么大，也要学这个？学无止境，这口诀诀比任何算经都要高明，不知师傅可愿赐教？既然萧夫子这么虚心，我就破例收下你。学不会可是要挨戒棍的。师傅请出题。刚才的口诀你听清了多少？全记下了。全记下了？我背的舌头都快抽筋了，你听一遍就全记下了？
这男人的记忆力和反应速度简直不像常人。萧夫子果然聪慧，既然你记住了，那我就教你如何用它算更大的账。大哥，你也看仔细了，如果按照老规矩，你们会怎么算？萧夫子心算确实出众，但遇到成百上千的数字，极容易出错。今天我教你们一种术式乘法，十位相乘，续3个法斩，864。师父，此等神技，你就这么轻易的交给我了？这算什么神技？不过是算账的工具罢了。学会了，以后家里的账目就归你和大哥管，我也能落个清闲。徒弟天资聪颖，师父很欣慰。高大人，这靠山村穷山恶水的，真能种出折子上说的神物？那邻家农女莫不是用了什么妖法障眼术，蒙骗了大人吧？本官亲眼所见，亲口所尝，何来蒙骗之说？陈大人若是信不过本官的折子，大可现在就调转码头回京城复命，何必在这冰天雪地里遭罪？高大人说笑了，下官也是替圣上和雍王殿下分忧。毕竟这等能解军粮危机的神物，若是落入心怀叵测之人的手里，可是大夏的祸事。神物已由本官上报朝廷，自然是圣上的东西。谁若是敢动歪心思，本官手里的尚方宝剑可不认人。传令下去，让兄弟们眼神放亮些。等会儿到了靠山村，先别急着动手，摸清配方和神物藏在何处，等天一黑，直接把东西抢出来。大人，那林家的人怎么处置？一个不留灵的，遇上流寇劫财害命，再寻常不过了。赵德清曾是我的旧部，陈峰更是雍王死忠。若在这人在林家院子里传的消息，立刻就会传遍京城我。到时候不仅城魔的城局都会被他打乱，林初夏一家也难逃牵连。现在还不是暴露身份的时候。怎么了？木柴劈完了？我刚才去村口打水，瞧见官道上来了大队人马，看那阵仗，有穿铠甲的官军，还有带刀的护卫，高县令也在里头。这穷乡僻壤的，突然来了这么多带刀的，东家也别硬碰硬。我一个农女哪有什么一碰硬本事？不过兵来将，水来土掩罢了。倒是你，平时见见的村长都嫌骂人物抛头露面，怕是不合规矩。东家说的是，我这粗人怕冲撞了。正好后山那片新买的荒地，土壤还需要翻一翻，我去看看。林姑娘，本官又来叨扰了。民女见过高大人，不知大人带着这么多官爷兴师动众的来寒舍，有何贵干？林姑娘，你献上的土豆，圣上已经知晓。这两位是京城来的赵统领和陈大人，奉旨前来核实神物之真伪。你就是那个种出高产神物的农女，还不赶紧把那劳务寺神物的种子交出来！若是敢有半句隐瞒，本官立刻拿你下大狱。这位大人好大的官威，只是民女不知，大人要的是圣上要的种子，还是您自己主子想要的种子？放肆！一个乡野村妇竟敢妄议朝政，污蔑本官！陈大人，拔刀之前，最好先掂量掂量这是什么地方。这里是清水县，林姑娘是本官亲自上报朝廷的献宝功臣。圣上的旨意是核实神物真伪，可没准许你在此滥杀无辜。陈大人，高县令说的对，咱们是奉皇命来办差的，不是来逞凶斗狠的。若是伤了献宝之人，回了京城，你我都担待不起。好，本官就暂且留你一命。若是你交不出折子上写的神物，本官定要治你个欺君之罪。几位大人，既然是来核实神物的，那就请一步后山吧。是真是假，亲眼看看便知。林姑娘，这就是你种出冬日先衰的地方。这纸糊的棚子能抵御严寒。赵统领，请进。这怎么可能？
这绝对是妖法！这寒冬腊月的，连草根都冻死了，怎么可能长出这种东西？陈大人若是没见过世面，大可以多读书，少在这里大呼小叫。天地万物皆有其理，大人不懂便说是妖法，难道朝廷的官员都是这般不学无术？这叫温室大棚，用厚实的油脂和草帘封锁住热量，再在棚身生火取暖，保持土壤的温度。只要温度和水分足够，蔬菜自然就能生长。不过是摸透了节气规律，借地生暖罢了。赵统领，您尝尝，这黄瓜吃下去不仅无毒，还能解渴生津。好一个巧夺天工！林姑娘这法子，若是能推广到边关，我大夏30万剑士就再也不用在冬天熬苦日子了。陈大人，事实胜于雄辩，这满棚的仙书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若是再敢胡言乱语，休怪本总领回京后在圣上面前参你一本。赵统领说的是下官眼拙了。既然神物合适无误，那配方和种子，下官这就派人护送回京。配方和种子，本官早已派人800里加急送往京城户部。至于这大棚的督建之法，本官也已记录在册，一并呈交。陈大人若是想要，大可回京去向户部尚书讨要。好，高大人果然办事得力。既然明面上拿不到配方，那就等天黑之后，再把满家人仙书全部毁掉。雍王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林姑娘这份胆识和才智，当真不输男儿。你献宝有功，圣上定会有重赏。本统领这就回驿站写折子，将这里的情况如实上达之前，本统领信留下一队禁军驻守在靠山村，保护林姑娘一家的安全。兄弟们都准备好了。赵德清那个老顽固，竟然把禁军留在了林家门外。你们切记从后山绕过去，避开禁军的耳目。大人放心，属下带去的10人皆是王府里拔尖的好手，杀几个乡下泥腿子，如同探囊取物。我要林家上下鸡犬不留。尤其是那个牙尖嘴利的农女，把她的头给我割下来。至于大棚里的东西，能带走的种子全部带走，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个公斤。属下遵命。主子，10人全歼，留了个活口。雍王府的人就这点本事？你是？把尸体处理干净。别弄脏了东家后院的地，把他们身上的腰牌全摘下来，给陈大人送份回礼。属下遵命。这不可能！靠山村到底藏着什么？赵德清的禁军绝不可能有这种身手！林初夏，你给我等着！等我回了京城，定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夏夏，那2位官爷又来了。林姑娘，打扰了。本统领今日前来，是受高大人所托。也是为了圣上，土豆之事事关大夏光运，本统领需你将种植季节、土壤要求、催芽施肥的法子一字不盗的写下来，越详细越好。本统领要亲自带回京城，呈给皇上御略。赵统领放心，民女昨夜已将这些法子详细记录在册，不仅有土豆的，连这温室大棚如何搭建、如何控温，民女也一并写了。农事繁杂，民女才疏学浅，只怕文字表达不够精准。若有不明之处，统领大人随时可问。好，林姑娘深明大义，本统领定会如实禀告圣上。哼，林姑娘倒是大方，只是这法子若是传了出去，人人都会种这神物，那林姑娘这献宝的功劳，怕是要打不少折扣吧？陈大人此言差矣，民女种这土豆，本就是为了让大夏百姓不再受饥荒之苦。若是人人都能种得，那便是大夏之福。民女个人那点功劳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倒是陈大人似乎对这法子的归属格外上心。林姑娘还是多担心自己吧，这怀璧其罪的道理你应该懂。多谢陈大人提醒，民女命硬，想来是能担得住这份福气的。赵统领，京城路远，这些草莓和一些大棚里的新鲜实叶，民女特意用了棉花和冰块保鲜。草莓娇贵，还请统领大人一并带回京城，献给皇上尝个鲜，也算是我靠山村百姓的一点心意。林姑娘有心了，本统领定会亲手送到御前。林姑娘，此去京城若有封赏，本统赏会派人快马传信，保重。夏夏，
那陈大人看人的眼神像狼一样，咱以后可得防着点儿。防是防不住的，他这种人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。大哥，去把大门关上。萧寒呢？去叫他出来吃早饭。东家，官人们都走了。甜。你倒是躲得清闲，劈柴劈到房顶上去了。站得高，看得远吗？那个陈峰回京的路上怕是不会安分。不过你放心，他带不走那份功劳。你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让玄影给赵统领送了点小礼物，确保那份种植手册只有皇上能看到第一个版本。行了，别贫了，进屋吃饭。多吃点儿，等过了年，咱们得去府城开铺子了，没点力气，怎么给我当保镖？好，东家去哪，我就去哪。1230两。夏夏，怎么叹气了？咱们家现在有上千两的巨款，这可是10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啊！不够，大哥，这点钱只够咱们在村里当个富家翁。可我想在后山那片荒地上建一座真正的大农庄。我要建的庄子不仅要有温室大棚，还要有果园、工坊。最重要的是，外围必须筑起高高的青砖围墙，里面要设瞭望塔，还要请护院巡逻。只有把咱们家打造成铁桶一般，以后不管是谁来找茬，咱们才有底气关门大钩。建这么大的庄子，那得要多少银子？少说也得5000两把底，这还不算后期买地和雇人的钱。东家既然有了主意，想必是找到赚钱的路子了。还是你聪明。县城的聚味楼虽然生意好，但清水县到底是个小地方，那些土财主再有钱，也不可能天天花大价钱吃反季节蔬菜，更别提那些娇贵的草莓了。一筐草莓在县城顶多卖10几两银子，可要是运到府城去，府城里多的是达官贵人、世家大族，他们吃的是面子，是稀罕。只要咱们的草莓品相好，一颗卖出1两银子的天价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一颗草莓卖1两银子，那些有钱人是疯了吗？他们没疯，只是钱多的没处花。我决定了，明天一早咱们就挑最好的一批草莓和蔬菜，装车去府城。去府城？夏夏，府城离咱们这儿好几百里地呢，路上要走好几天，万一遇到山匪路霸怎么办？所以我打算带上大哥，还有萧寒。有萧夫子在，寻常的毛贼应该进不了咱们的身吧？东家给的工钱丰厚，当保镖自然是不在话下。只是咱们3个都走了，家里怎么办？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陈峰那个毒蛇虽然回京了，但他手底下难保没有漏网之鱼。大伯一家虽然消停了，可村里眼红咱们家的人也不少。爹娘老实，小东和小雪又还小，若是咱们走了，家里连个主心骨都没有。东家若是信得过我，我倒是有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快说。我有个远房表弟，早年间在镖局里干过几年烫子手，练过几天拳脚功夫，寻常3、5个大汉进不了他的身。前些日子他刚好来清水县投奔我，现在正愁没活干。东家若是愿意，我可以让他过来给咱们家看家护院。远房表弟，你一个落难的猎户，怎么到处都是亲戚朋友？出门在外，多交个朋友多条路。东家放心，我这表弟虽然人长得憨了些，但干活绝不含糊。只要管顿饱饭，他能在院子里你守上一整夜都不合眼。行，你明天一早去县城把你表弟接过来。主子，传信给刘颖，让他明天一早换身粗布衣裳到县城城门口等我。记住，让他把身上那股子杀气收一收，扮成个老实巴交庄将庄稼汉。要是吓到了东家，我扒了他。属下遵命。主子，陈峰的马队今日已经出了清水县界，沿途没有发现折，但是属下截获了一只飞鸽，是陈峰传给雍王府的密信。神物已上交，农女留不得。他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让京城那边的人动一动，给雍王找点乐子，别让他太闲了。至于陈峰，等我从府城回来，再慢慢收拾他。阿颖见过东家。阿颖兄弟，你表哥说你身手不错。回东家，俺从小力气大，寻常的3、5个大汉，俺一只手就能把他们扔出去。好力气！阿颖兄弟，你这身手当护院屈才了，以后你就留在家里，工钱我1个月给你开5两银子，管吃管住。多谢东家，东家放心去府城，有我刘颖在，连只外头的苍蝇都飞不进这院子。爹娘，你们在家把门锁好，
等我们从府城赚了钱回来，咱们就建大庄子。长工，府城这条路你熟吗？闭着眼睛都能走个来回。东家坐稳了，咱们去府城赚大钱。夏夏，这草莓真能卖上1两银子一颗？大哥，在靠山村咱们卖的是菜，到了府城咱们卖的就是新奇，是脸面。那些世家大族办腊梅宴、赏雪宴，桌上若是端出一盘红彤彤的鲜果，你猜他们愿不愿意掏这个钱？俺不懂这些弯弯绕绕，俺就觉得1两银子能买2亩上好的水田了，谁舍得一口吃掉2亩地啊？长风兄弟，这世上最不缺的，就是为了一口面子值千金的人。东家这招奇货可居，算盘打得极妙，那黑眸亮得惊人。萧夫子既懂这道理，等到了府城，这叫卖的活不如交给你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东家若是舍得分我一成红利，别说叫卖，就是让我去府衙门口摆摊也成。你想得美！东家，前面10里处有个福来客栈，看这天色，今夜怕是有暴雪，咱们最好在那儿歇一晚，明日再进府城。好，就依你。2间上房，再把这2匹马喂些精细草料。好嘞，客官你里边请。瞎了你的狗眼！哪里来的乡巴佬？脏了我们家公子的衣裳，你赔得起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拿来本公子瞧瞧。手放干净点儿，碰坏了里头这么多东西，把粘在灯火下闪过卖了都比死寒蒙血。找死！年轻人！你敢打本公子？你知不知道我是府城常家的人？常家没听过，我只知道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这位公子先是纵容下人推搡我大哥，又想强抢我家的货物，就算是闹到知府大人面前，也得讲个理字吧。这位姑娘说得好，鄙人姓冯，是府城聚宝阁的掌柜。常三公子，和气生财，今日这事儿确实是你手下人鲁莽了，不如给老朽个面子，就此接过如何？方才闻到姑娘这筐里异香扑鼻，不知可否让老朽开开眼界？大哥，把布掀开吧。既然冯掌柜好奇，看看也无妨。从未见过冬日里竟有如此鲜活的夏至胶果，这是何物？此物名为红颜，是西域传来的奇果，极难栽种，不仅模样讨喜，吃着也清甜多汁。姑娘，你这筐红颜，老朽全包了，一筐50两银子，如何？冯掌柜说笑了，我这筐里统共只有50颗红颜，您出50两，也就是1两银子一颗，这价格连我种果子烧的银丝炭钱都不够。那姑娘想要多少？一颗2两银子，这一筐100两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卖。姑娘，你这价要的也太离谱了！府城里最名贵的贡品蜜瓜，也不过10两银子一筐。蜜瓜是秋天的物价，窖藏到冬天早就没了仙气。我这红颜可是枝头上刚摘下来的。冯掌柜若是觉得贵，大可不买。反正明日到了府城，有的是达官贵人愿意掏这个钱。咱们上楼歇息吧。夏夏，100两啊！你刚才怎么不卖给他？万一明天到了府城没人买怎么办？大哥放心，那冯掌柜是个识货的，他今晚肯定睡不着觉，明天一早就会捧着银票来敲咱们的门。做买卖最忌讳的就是上赶着，你越是端着，他们越觉得这东西金贵。东家算无一策，不过今晚咱们怕是不能睡得太昏。刚才那香味引来的可不止一个冯掌柜。有人盯上咱们了。长风兄弟，今晚你守着筐睡，至于外面的杂碎，交给我。常家，看来这府城的水比他想象的还要浑。林姑娘，100两，那筐红颜我要了。大哥，
把货给冯掌柜搬出来。夏夏，咱们这还没进城就赚了100两，这府城的钱也太好赚了吧！大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这100两只是撬门砖，我要从这府城里带回更多的银子。夏夏，你快看，这地上的路竟然全是平整的青石板铺的，连一点泥巴都没有。那边的酒楼竟然有3层高，真是气派。大哥，这才是府城，大夏朝最繁华的州府之一。等以后咱们的买卖做大了，去了京城，那里的繁华比这儿还要胜过100倍。寻常的农家女子出入府城，早就吓得连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。东家，天色尚早，咱们是先找个客栈落脚，还是直接去街上探探路？咱们带的货娇贵，经不起折腾，先去东大街。我听聚味楼的钱掌柜提过，东大街是青州城最富贵的销金窟，咱们直接去那里摆摊。夏夏，去富贵人家待的地方摆摊，人家能让咱们这骡车停在门口吗？万一遇到昨天客栈里那种不讲理的恶霸怎么办？长风兄弟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掀咱们的摊子。听见没，大哥？咱们的护院可是发话了，你只管壮起胆子，咱们今天不卖菜，咱们卖的是稀罕物，得拿出大商姑的底气来。子三，子三，夏夏，咱们怎么吆喝？要不我喊2嗓？不用喊，这街上的人讲究颜面，你扯着嗓子喊反而落了下乘，咱们得让他们自己循着味儿找过来。咱们的最透，色泽深红。这是什么果子？这大雪天的，竟然还有这等新鲜物呀！哎，姑娘，你这果子怎么卖？此果名为红颜，性极娇贵，需在暖房中用银丝炭日夜烘烤，辅以灵泉水浇灌，方能存活。今日初到宝地，只带了这1筐，不按筐卖，按颗卖。按颗卖？那多少钱1颗？2两银子1颗。2两银子1颗？你这丫头莫不是想钱想疯了？这够买1头健壮的耕牛了！物以稀为贵，诸位若是觉得贵，大可去买10文钱1斤的冻梨。我这红颜本就是为懂行讲究的人家准备的，再过几日便是知府老夫人的60大寿。试问，若是哪位府上的主子能将这红颜献上寿宴，知府大人会是何等欢心？好，我要10颗，这是20两银票，姑娘点好。我要5颗，给我留20颗。我家老爷是通判大人。让开！都给老子滚开！没长眼睛吗？常家办事儿，闲杂人等统统滚蛋！好啊，本公子正愁找不到你们，你们这几个外乡来的狗东西，竟然还敢跑到东大街来招摇撞骗！长公子这手腕是不疼了，若是另一只手也不想要了，我不介意受累帮你断了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昨夜在客栈，本公子身边没带够人手，才让你这莽夫钻了空子。今天在这青州城里，我常家就是天，给我上！朗朗乾坤，常家公子当街是在做什么？良民，这青州城的王法何在？王法？在这青州城，我常家的话就是王法，给我打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知不知道我姐夫是谁？我姐夫可是青州知府。原来是知府大人的小舅子，难怪敢在东大街上如此猖狂。只是不知知府大人若是知道你打着他的旗号，当街强抢要献给老夫人的贺寿奇果，
他老人家会作何感想？什么贺寿七果？长三公子，这姑娘卖的红颜果可是咱们几家老爷定下要献给知府老夫人的寿礼，你若是把果子砸了，就是砸了老夫人的寿宴。干什么干什么？谁敢在东大街聚众闹事？王捕头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几个刁民当街售卖毒果，还打伤了我常家的家丁，快把他们抓进大牢，严加审问。姑娘，常公子告你们当街行凶，可有此事？回官爷的话，民女只是在此售卖自家种的鲜果，常公子待人不由分说便要砸摊子抢人，我家常公为了护主，这才被迫还手。周围的街坊和这几位管家皆可作证。是啊，王捕头，常三公子太霸道了，这果子可是我们要买来献给知府老夫人的。常公子，这街上人多眼杂，事情若是闹大了，传到大人耳朵里，大家都不好看。依我看，不如各退一步，就此作罢。不行，他打断了我这么多手下的骨头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王捕头，你今天若是不拿人，我这就回去告诉我姐夫。王捕头，这青州的治安何时轮到一个外室的弟弟来做主了？卑职不知世子爷大驾，有失远迎。世子爷，这青州城里能被称为世子爷的，只有那位权倾一方的镇南王府世子。镇南王府的人怎么会突然插手这种街头小事？那果子闻着倒是清甜。常三，你若是砸了这摊子，本世子今日拿什么去孝敬祖母？小人有眼无珠，小人这就滚。世子爷，这些人怎么处置？扔出东大街，别在这里碍眼。这位姑娘，我家世子爷说了，你这剩下的红颜果，连同那2筐新鲜蔬菜，镇南王府全包了。祖母，今日府医来看过，怎么说？那秋梨膏可按时服了。都是些陈年旧疾，冬日里肺气不清，吃什么药都不管用，白苦了嘴罢了。这几日我这嘴里淡得像嚼蜡，什么油腻的都咽不下，就想着要是能一口鲜甜的果子润润嗓子就好了。祖母，孙儿今日在街上恰好寻得了一样奇物，卖果子的农女说此物名为红颜，孙儿闻着气味清甜，祖母尝尝，看能不能压压嘴里的苦味。祖母，慢些吃，小心凉了胃。渊儿，这果子绝不是寻常的解馋之物。我这咳疾一入冬就如同刀割火烧，可这几颗果子下肚，我不仅喉咙不痒了，连精神都觉得爽利了不少。这果子里定然蕴含着极纯净的生机。卖果子的人在哪儿？速速派人去寻，不管花多少银子，必须把这果子的来路给我摸清。青竹，带上王府的令牌，立刻去查那几人的下落，务必以礼相待，将人请来王府。夏夏，咱们的草莓都卖光了，现在就剩下这2筐黄瓜和番茄了，咱们是不是直接找个菜市卖了，然后赶紧回村？大哥，草莓卖的是新奇，赚的是快钱，但这蔬菜才是咱们以后建农庄、做长久买卖的根本。我打听过了，这太和楼是青州城最大、最豪奢的酒楼。再过3日，知府老夫人的60大寿，寿宴便设在这太和楼里。咱们剩下的这些菜不卖给散客，直接卖给太和楼。东家这是想借着知府老夫人的寿宴，让咱们林家的冬日鲜菜在青州城一炮而红。聪明，只要知府老夫人在寿宴上吃得高兴，太和楼的名声就能再上一层楼。到时候不用咱们自己吆喝，整个青州城的达官贵人都会上赶着来找咱们订菜，这叫借鸡生蛋。废料，全都是废料！知府老夫人苦夏又厌食，大人千叮咛万嘱咐，寿宴上的菜色必须要清淡爽口，见不得半点油腥和陈菜味儿。你们就给我弄来这些烂菜叶子，这要是端上桌，大人非砸了咱们太和楼的招牌不可。掌柜的，这大雪封山的，地里连根草都挖不出来啊！这些白菜还是小人花高价从地窖里抢出来的，实在是找不到更水灵的菜了。卢掌柜若是在为寿宴的菜色发愁，不如看看我这筐里的东西。哪里来的乡下丫头？
没看见本掌柜正烦着吗？去，太和楼不收散户的破烂菜，赶紧走。卢掌柜，做买卖看的是货，不是人。鲜的，这是鲜菜。掌柜的尝尝，这菜可配得上知府老夫人的寿宴。配得住，太配得上了。姑娘，你这菜有多少？我太和楼全包了，价钱随你开。黄瓜50文一斤，番茄80文一斤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这菜我不单卖这一次，我要太和楼与我签一份长契。从今往后，太和楼所有的冬日鲜蔬只能从我林家农庄进货，且太和楼要在菜单上注明此菜出自清水县林家。好，我签。姑娘里面请，咱们这就立字画押。林姑娘请留步，我家世子爷有请，还望姑娘赏脸，过府一叙。世子爷亲自来请，这农家丫头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卢掌柜，除了黄瓜和番茄，我这还有一样好东西。方才在东大街，我卖出了一筐名为红颜的鲜果，1颗2两银子，世子爷全包了。2两银子1颗？知府老夫人的寿宴，若是只有鲜蔬，未免少了些压轴的喜气。这红颜果色泽鲜红，寓意极好。卢掌柜若是想要，我按1两5钱银子1颗的价格供给你，数量剩不多了。要，林姑娘，这长期我签了，红颜果我也定下。3日后，务必将最新鲜的货送到太和楼。掌柜的爽快，合作愉快。民女林初夏，见过王妃娘娘，见过世子爷。好个标致的丫头，你那红颜果当真是救了老身半条命。今日叫你来，是要重重赏你。祖母，你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适？来人，传府医。不用，我没事。好孩子，多亏了你这果子，老身这病拖了这么久，本以为熬不过这个冬天了，如今能舒坦的喘口气，真是老天保佑。活着就好，只要还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祖母福泽深厚，定能长命百岁。民女不敢居功，王妃娘娘吉人天相，这果子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。渊儿，去库房取500两黄金来。是，祖母。林姑娘，这是你应得的，以后若是还有什么稀罕物件，尽可以送到王府来。在青州城，要是有人敢找你的麻烦，只管报镇南王府的名后。民女谢王妃娘娘赏赐。是。萧寒，把箱子收好。去吧，老身乏了。萧夫子，你是不是该跟我解释一下，老王妃刚才看的是你吧？东家看错了，我一个乡下打猎的，怎么会认识高高在上的老王妃？或许是王妃娘娘看我这长工干活卖力，心生赞赏吧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你刚才手上那个动作，别以为我没看见。东家，知道的太多，可是会掉脑袋的。你只要知道，我绝不会害你，这就够了。萧寒，你真当我是那种喜欢刨根问底的蠢人？不管你以前是拿刀的还是捅兵的，只要你现在站在这儿，你就是我林家雇来的长工。我不管你仇家是谁，也不管你到尾林家1天，不把灾祸引到我爹娘头上，你的过去我半个字都不会多问。好，东家既然感谢，我萧寒就护林家到底。行了，表忠心的话留着以后说。这500两黄金太扎眼，带着这东西在街上走，简直就是活靶子。咱们先回客栈叫上大哥，去钱庄把这金子换成银票贴身带着，财不露白，这道理你总懂吧？东家说的是。金子，我的老天爷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大哥，出息点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以后咱们家赚的银子比这还要多。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们去汇通钱庄。夏夏，咱们赶紧雇车回村吧，带着这么多钱，我这心里直打鼓。大哥，
咱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府城，正事儿办完了，总得逛逛这青州城的集市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家里爹娘小冬小雪的新衣裳还没着落呢。咱们买些府城的稀罕年货，明天一早再雇车回去。我不去，这街上人挤人的，万一遇上扒手怎么办？我就在客栈里待着，哪儿也不去。你们俩去逛吧，多买点好吃的带回来就行。看来只能咱们俩去大采购了。小虎馆，干苦力的时候到了。乐意效劳。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这府城的点心就是惊喜，你尝尝。给。你买这个做什么？今日赚了这么多银子，东家难道不该赏自己点什么？这红梅配你今日的鸦雀，正好。那我就当这是长工孝敬东家的了。好啦，很衬东家。指尖的丝匹细棉布，给弟妹准备文房四宝和头花。掌柜的，把这件包起来。给长风兄弟买的？大哥穿不惯这种长袍，他下地干活嫌碍事。年终奖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你这身行头也该换换了。我林家的护院总不能天天穿得像个叫花子，万一冻病了，还得我花钱给你抓药。喜欢，我多谢东家。我定会天天穿着。夏夏，咱快走吧，这地方我是一刻都待不住了。大哥，急什么？正事儿还没办完呢。东家这是还没买够。银子揣在兜里只是纸，变成地里的庄稼才是命。既然来了府城，总得看看有没有咱们那儿见不到的好东西。哟，几位贵客，想要点什么？咱这儿可是青州城最全的种行，南方的稻米，北方的麦种，应有尽有。掌柜的，这些是什么？那是南洋来的商队留下的，说是叫什么芒果、榴莲，长得倒是怪异。可惜咱这大夏朝的土不养这些个洋玩意儿，种下去连个芽儿都不冒，也就是留着给客人瞧个新鲜。掌柜的，这袋黄珍珠又是什么来头？那也是南洋货，叫什么玉中蜜，没有人试种过。听说这玩意儿吃着扎嗓子，没人愿意买。姑娘要是想要，这一大袋你给个500文，全拿走。行吧，我看这颜色鲜亮，拿回去喂鸡想必是不错的。那里面又是什么？那是西域来的，说是叫西瓜，长出来比冬瓜还圆，里面是红洋的，甜的掉牙。不过这玩意儿娇贵，得用沙地种，咱青州这边没人种得成。芒果、榴莲、玉米、西瓜，这些我全包了。另外，再给我拿10斤上好的棉花种，10斤油菜籽。夏夏，咱买这么多喂鸡的种子干啥呀？那什么榴莲，听名字就不像好吃的。东家，东西齐了。走，回家。什么人？你们真以为这青州城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？姐夫说了，在这青州界内死几个流民，连案子都不用立，男的杀了喂狗，女的带回去，本公子要亲手剥了他的皮。萧寒，东家刚买了那么多好种子，正好缺些肥料。我看这些人的血就挺肥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长公子，这路还挡吗？不挡了，不挡了！爷爷饶命，祖宗饶命！长公子，其实我挺感谢你的。我正愁回了村没名头让知府大人照应呢，你这一闹，倒给了我个送礼的由头。你猜？若是我拿着这块令牌去见知府大人，说他的亲小舅子在官道上劫杀镇南王府的贵客，他是会保你这个烂泥扶上墙的弟弟，还是会为了保住乌纱帽，亲手掐死你？姑娘饶命！姑奶奶饶命！我常家有钱，我敢有钱，我把青州的铺子都给你。你的铺子，
我嫌脏。每人打断一只手，扔到府衙门口去，顺便给知府大人传个话，就说清水县林初夏3日后在太和楼等他来喝茶。遵命，东家。夏夏，咱这算是不死不休了吧？大哥，这世道，你若是不狠，别人就会把你生吞活剥了。等咱们的这些种子长出来，等咱们的农庄建成，别说一个知府，就算是京城的人来了，也得客客气气的跟咱们说话。林初夏，你到底还能给我多少惊喜？夏夏，这得花多少银子啊？爹娘，咱们这次去府城，草莓卖了高价，夏夏还跟府城最大的太和楼签了长契，这鞋子里是整整2000两银票，2000爷呀！咱们林家祖祖辈辈刨地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爹，钱赚回来就是为了花的，我打算明日一早就去找村长，把后山剩下的皇帝和连带的山头全部买下来，盖庄子。全买下来？那后山少说也有上百亩荒地，买来干啥？咱们现在的院子太小了，大棚里的菜越种越多，以后还要种果树。我要在后山建一座真正的大农庄，外围全用青砖砌起高墙，里面既要住人，也得能接待个商。太和楼的卢掌柜，还有府城那些达官贵人，以后少不了要来咱们这儿看货，咱们得有个像样的地方接待他们，这叫门面。接待府城的贵人，夏夏，咱们可是泥腿子，能招待好人家吗？娘，只要庄子盖的气派，景致弄得好，哪怕只给他们上一盘咱们自家种的青菜，他们也觉得是人间美味。除了庄子，我还要在离庄子200米外的地方单独盖一片院子，做加工厂。加工厂那是干啥的？大哥，你想想，咱们以后种的蔬菜和水果越来越多，万一卖不完烂在地里怎么办？蔬菜卖不完，咱们就在作坊里烘干，做成蔬菜干，冬天拿来炖肉一样抢手。水果若是多了，咱们就切片烤成水果干。我还打算去定做一批带盖的厚瓷罐，把鲜果切块，用糖水熬煮后密封起来，这叫水果罐头。只要密封的好，放上大半年都不会坏。到了冬天拿出来卖，绝对是个独门暴利买卖。把作坊建在离庄子200米外，是为了把干活的地方和住人的地方分开，免得吵闹，也免得冲撞了来庄子里的客商。行，夏夏，爹听你的，你脑子活络，你说咋干，咱们全家就咋干。东家这盘棋下得够大的。棋盘铺的大，自然就需要更多的人来下棋。小韩，我今天留你下来是想跟你商量这箩烧的事。咱们村里的人老实巴交的种种地还行，但要进作坊干活或者给庄子当护院，绝对不够用。东家是怕村里人嘴碎，泄露了作坊里的秘方？也不全是。财帛动人心，咱们赚了这么多钱，难保村里不会有人眼红生事。作坊衙的关键的位必须掌握在捏着死气的下手里。牙好，我打算明日加工回衙行，专门负责作坊里的活计。至于护卫，刘颖一个人绝对顾不过来。庄子建起来后，至少需要20-30个身手过硬的护卫日夜巡逻。这事儿我不信衙行的人，我信你。你既然能叫来刘颖这样的高手，想必还能找到更多像他一样的人。工钱我照给，甚至可以比市面上高2成。我只要他们忠心，能把林家庄子守成铁桶。东家既然把这身家性命交到我手里，我自然不会让你失望。护院的事交给我，我刚好有一批从营中退下来的兄弟，他们上过战场，见过血，身手过硬，嘴个饭严吃，他们能替林家把命豁出去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你传信让他们尽快赶来，等庄子动土，他们就直接上工。村长爷爷，昨晚刚到，我今天来是想跟村里买地。买地？买哪里的地？后山，除了我们家现在占着的那50亩，后山剩下的100多亩荒地，连同那个山头，我全要了。夏丫头，你疯了！那后山全是石头和硬土，种粮食根本不长，你买那么多荒地干啥？这您就别管了，我自有大用。按照朝廷的律法，荒地1两银子1亩，山头算作天头，这里是200两，您清点一下。烦请村长爷爷今日就去县衙帮我把红契办下来。成，这事儿包在爷爷身上，今儿个天黑前，红契准给你送家里去。姑娘想买什么样的人？咱们这儿粗使婆子、伶俐丫鬟、壮实的小厮应有尽有。我要买20个干活利索的妇人，10个壮年汉子，不需要长得多好看，只要手脚干净、老实本分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只要死气，不要活气。姑娘放心，我这就把人带上来给您挑。爷，您可得给老大做主啊！那老二家现在是翅膀硬了，一口气买了30个下人，浩浩荡招摇过市，眼里还有没有您这个爹？有没有老大这个长子？爷爷，初夏妹妹也太不像话了，就算赚了钱，也该想着咱们林家一卖一卖。那些下人怎么着也该分几个过来帮家里干活才是。我一个姑娘家，身边连个伺候的丫鬟都没有，说出去都丢人。分家的时候断亲书都签了，各过各的日子，人家的钱咱们管不着。爹，什么断亲书？那是当初老二被您赶出去，一时气糊涂兜头签的字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塌耳房网倒着碎话。你是秀才，难道看着你弟弟一家人这么嚣张？爹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初夏是我侄女，如今她赚了钱，理当帮扶宗族。我身为秀才，在外乡总要有个体面。秋月也到了说亲的年纪，有个丫鬟伺候着，亲事也能攀得好些。若是能让她帮我雇个书童，再添几件长衫罢了，你们去一趟也好。
就当是提醒老二别忘了本儿。既然进了我林家的门，过去的规矩就全忘了。我林家规矩不多，只有2条：第一，忠心；第二，管好你们的嘴。只要你们安分守己，我林家绝不苛待下人。每月不仅有月钱，逢年过节还有赏赐。但若是有人吃里扒外，手脚不干净，我绝不会手软。听到没有？奴婢一定效忠主家，绝不敢有二心。刘颖，带他们去后院的空屋子安置。明日一早，妇人们跟着我娘去大棚里学认菜，汉子们去后山平整土地。是。老二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你评评理。老大是林家嫡长子，还是秀才？秋月是你亲侄女，咱们大房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你倒好，一口气买这么多奴才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长寿村碑？还有没有林家的祖宗？大哥大嫂，你们这是？初夏，你大伯我身为秀才，日后还要去府城赶考，身边缺个书童伺候笔墨。你既然赚了钱，就该帮衬帮衬。还有秋月，也该给他拨2个丫鬟，也好让他在村里有个体面。初夏妹妹，你如今是风光了，现在你赚了钱，分几个下人给家里，难道不该吗？大伯这话就好笑了。当初分家，爷爷亲手把断亲书递到我爹手里，白纸黑字写着生死不相干。再说大伯是秀才，理应自食其力，靠自己的本事谋前程。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靠种大棚、跑府城买卖得来的，干干净净。别说断了亲，就算没断，我也没有义务养着大房。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断亲书算个屁！我是你大伯母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得孝敬我。东家没发话，谁敢动林家的人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臭干活的呢，也敢拦我？大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过来，把这奴才赶走！手滑了，东家大伯若是再往前走一步，下次划的可能就是刀子。好啊，你们二房现在是有了钱，连杀人的勾当都敢干了。你买这么多下人，又买马车，钱是哪里来的？指不定是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脏事儿。我要去县衙告你们，让县太爷把你们的钱全抄了。王氏，你这嘴巴最好放干净点，初夏丫头赚的钱，那都是清清至白的买卖。大伙儿都听好了，初夏丫头今日在县衙过了明路，把咱们村后山剩下的100多亩黄地和那座山头全买下来了。官府的红堑在此，白纸黑字盖着县太爷的大印。村长叔，你莫不是在说笑？老二家哪来那么多钱买山头？哼，人家初夏丫头在府城做成了大买卖，连知府大人都吃过她种的菜。你们大房自己不争气，就别眼红人家二房发财。大伯母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容忍你在我林家撒野。从今往后，林家庄子动出建墙，你若是敢靠近后山半步，我手底下这些护院可不认识什么大房的长辈。刘颖，送客。是。夏丫头，契书办妥了，你这手笔可是真大，咱们靠山村几百年来还没出过这么大的地主呢。多谢村长爷爷跑这一趟，明日一早我就要雇人去后山丈量土地，准备打地基了。到时候还得麻烦村长爷爷在村里帮我吆喝一声，只要肯出力气，工钱我按县城大工的标准给。好，好，这事儿包在爷爷身上。东家今日这番立威，倒是把村里那些蠢蠢欲动的心思全压下去了。打蛇打7寸，只有让他们知道我林初夏不好惹，以后建庄子才能省去许多麻烦。你找的那些护院什么时候能到？快了，最多3日，我的兄弟们就会带着刀，站在这林家庄子的围墙上。好，等庄子建好，咱们就蔬菜、水果的买卖做遍整个天下。林东家，可算见到您了。大少爷，咱们到了，这位就是林东家。在下沈燕，久闻林姑娘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沈少爷客气了，寒舍简陋，里面请。林姑娘，明人不说暗话。钱掌柜传信回京，说你这儿有能在冬日里长出仙蔬的奇树，我本是不信的。但昨日在府城，我恰好尝到了太和楼的红颜果，那等奇果，我沈家做皇上这么多年也未曾见过。我今日来就是想包下你这大棚里所有的产出，
沈少爷好大的胃口，不过真是不巧，我昨日已经与太和楼的卢掌柜签了长契，我这大棚里的黄瓜和番茄只能供给太和楼。林姑娘误会了，太和楼不过是庆州城的一家酒楼，他们吃得下多少仙书？我沈家要的是运往京城送进皇宫的贡品，你供给太和楼的份额，我沈家不碰。但我知道你这大棚的产量绝不只供给一家酒楼那么简单，剩下的所有份额，连同你那红颜果，我沈家全要，价格我出太和楼的2倍。沈少爷快人快语，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。仙书和草莓的买卖，我可以分给沈家1半，但我不要2倍的价格，我按市价给你。林姑娘这是何意？送上门的钱都不要？因为我想和沈少爷谈一笔更大的买卖，这是我正在建的作坊。仙书和果子虽然金贵，但极难保存，运往京城损耗极大。我打算做一种水果罐头和脱水干菜，只要密封得当，这些东西放上1年都不会坏。到了冬天，不仅达官贵人能吃上鲜果的味道，连边关的将士也能喝上热通乎的蔬菜汤。沈少爷，这可是独门生意，利润有多大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绝妙，简直是绝妙的奇思！若是真能做成，这买卖不仅能垄断大夏国的冬日输送，甚至能塞到北蛮和西域去。林姑娘，你这脑子不去经商真是可惜了。这笔买卖我沈家投了，作坊建成的所有花销我沈家出1半，你出技术和方子，我出银子和商路，利润咱们5-5分账，如何？3-7分，我7，你3。林姑娘，我沈家可是出了银子和商路的，3成是不是太少了些？不少了，方子和手艺全在我手里，没有我，沈少爷连个罐头瓶子都做不出来。况且沈家是皇商，这东西一旦送进京城，沈家得到的好处可不只是银子那么简单吧？好，3-7就3-7，我这就让人去准备契书，今日便定下来。沈少爷，买卖谈完了，是不是该去看看大棚里的货了？这位兄弟说的是，林姑娘，请带路吧。林姑娘，你这手段简直是夺天地之造化，难怪世子爷肯花2两银子买1颗，这果子值这个价。等你这作坊建起来，我沈燕亲自带车队来拉货。萧护国，刚才沈少爷在的时候，你那脸黑得跟锅底似的，怎么怕他坑我？沈燕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只认钱。我只是提醒他看清自己的位置。林家的生意他可以碰，但林家的人，他最好连看都不要多看一眼。少贫嘴，萧护歪，你这脾气是不是太大了点？他看你的眼神，我不喜欢。后山的地基挖的怎么样了？我去看看。阿玄带着手底下29个兄弟来投奔表哥，见过东家。萧护管，你这表弟连同他这些兄弟以前是干什么营生的？这通身的气派可不像是在镖局里走镖的档子手。东家好眼力，他们以前确实不是走镖的。大夏北境连年征战，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退伍老兵。朝廷发的那点抚恤金不够活命，他们只能四处讨生活。我寻思着东家这里正缺人手，便把他们叫来了。编，接着编，都起来吧。既然是萧寒担保的人，我信得过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林家庄子的护院，工钱按月结，每人每月3两银子，管吃管住，4季衣裳我林家全包了。若是庄子遇到危险，谁能立功，赏银另算。多谢东家赏饭吃，谁敢动林家一草一木，兄弟们就活劈了他。人交给你了，庄子还在建，外围的木栅栏虽然搭起来了，但不防贼。你带他们熟悉一下地形，把防线拉起来。好。阿玄带10个人去前山路口设卡，剩下的人分成2波，日夜轮值，沿后山山脊巡逻。从现在起，没有被东家的允许，任何生面孔靠近庄子100步之内，直接打断腿扔出去。是。这后山风大，东家还是回大棚里待着吧。你哪来的手炉？阿玄他们从北方带过来的。东家这几日忙着跟沈家大少爷谈生意，连自己的身子都不顾了。那沈少爷虽然懂做买卖，但真要是遇到提刀的亡命徒，他那把御史德善可挡不住刀子。沈少爷出钱出商路，我自然要多少心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他挡不住刀子，所以我这不是花大价钱雇了你吗？萧护远，沈家的银子我赚，
林家的命你省。东家这算盘打得真是精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别人动不了你林家一根汗毛。怎么又要去府城？咱们这不是刚回来吗？常家那个恶霸的仇还没了结呢，这会儿去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我就是要去会会那位常家背后的靠山，算算日子，明日正好咱们去太和楼赴知府的3日之期，还有知府老夫人的60大寿。太和楼的菜若是送不到，卢掌柜的招牌可就砸了。除了送菜，我还要去一趟镇南王府，再给老王妃带些新鲜草莓和蔬菜过去。大哥，咱们林家的生意要做大，光靠躲在村里是不行的。这次去府城，我要把太和楼和镇南王府这2条大腿，把这2家彻底拉进咱们的买卖里。还没来吗？林姑娘的菜还没送来吗？大人和老夫人马上就要入席了，若是没有那几道鲜蔬鸭粥，我太和楼的招牌今天非得砸在这里不可。卢掌柜，急什么？好饭不怕晚，林家的菜绝不会误了你的寿宴。快送到御厨，让张大厨亲自掌勺，火候一定要拿捏准了，千万别糟蹋了这等好东西。这是50颗特级红颜，个头比上次的更大，味道更浓。卢掌柜，压轴的戏就看这匣子了。好好好，撤了吧，看着油腻，胃里泛酸。老爷，您别光顾着叹气，我点弟弟在城外被几个乡野刁民打断了手，现在还在家里疼得打滚。老爷，您别光顾着叹气，我点弟弟在城外被几个乡野刁民打断了手，现在还在家里疼得打滚。姐夫那几个人狂妄至极，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。闭嘴！今日是老夫人大寿，你在这儿哭丧给谁看？明日我自会派衙役去清水县拿人。脆生爽口，好。大人、老夫人，这菜不过是开胃的，真正贺寿的奇果在这里。这不是前2日管家寻来给我润嗓子的红颜果吗？卢掌柜，这等奇果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回大人，这果子和方才的鲜菜都是清水县林家农庄的东家亲自栽培送来的，人就在楼下候着呢。快请。姐夫，就是他和身边的恶奴打断了我的手。好大的胆子，伤了本官的内弟，还敢打着献菜的名义跑到太和楼来招摇撞骗！来人，把这2个刁人拿下！陈大人好大的官威，民女奉镇南王府老太妃之命，将这红颜果送入王府。大人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拿人，是觉得知府衙门的刀能比得上镇南王府的门槛吗？姐夫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一个乡下村姑怎么可能认识镇南王府的人？那令牌肯定是假的。闭嘴！这个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蠢货！林姑娘息怒，是一场误会。本官这内弟平日里疏于管教，冲撞了姑娘，本官定会严惩不贷。常公子昨日在城外官道上带人劫杀我不成，今日又在城门口设卡盘查，若不是我这护院懂些拳脚，只怕这会儿连太和楼的门都进不来，更别提给老夫人贺寿了。陈昌，你就是这么纵容你这小舅子的？打着知府的旗号在城外劫杀百姓，他是想造反吗？母亲息怒，儿子也是被蒙蔽了双眼啊！来人，把这混账东西拖下去，重打50水火棍！没有本官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给他治伤。你也给我滚回后宅去，禁足3个月。林姑娘，你看这样处置可还满意？大人秉公刑罚，民女自然钦佩。好孩子，今日多亏了你这果蔬，老身才算吃了顿饱饭。卢掌柜说这都是你亲手栽培的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老夫人若是喜欢，日后想吃新鲜的，民女定时派人送。好，这镯子你拿着，就当是老身赏你的茶钱。林姑娘，这是本官的一点心意，全当是给姑娘压惊了。东家今日这出狐假虎威唱的真是精彩，一块令牌不仅废了常家，还让知府大人倒贴了100两白银，
打蛇不死，反受其害。长三公子这种人，只有把他背后的靠山打疼了，他才不敢再来咬人。不过这还得多谢镇南王府的威名好用。走吧，戏唱完了，咱们也该去王府拜谢亏真正的靠山了。东家今日满载而归，连镇南王府的威风都借来使了。这会儿去王府，就不怕那位老王妃觉得你是个心思深沉、借势压人的姑娘？老王妃在后宅和朝堂的风浪里沉浮了一辈子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我若是装成一副唯唯诺诺、任人拿捏的蠢笨村姑，她反倒看不上我。我大方亮出底牌，让她知道我有胆识、有手段，她才会觉得这块令牌给的值。临初夏，王妃娘娘万安。快拿过来给我瞧瞧，还是这个味儿。自从吃了你这果子，我这咳疾竟是再没犯过，连府医都连连称奇。王妃娘娘吉人天相，这果子不过是沾了您的福气罢了。今日除了果子，民女还带了些自家大棚里新摘的黄瓜和番茄，给娘娘换换口味。苏嬷嬷，前儿个宫里赏下来的那匹流光锦，你去库房找出来。初夏丫头，你也跟着去挑2匹喜欢的颜色。眼看要过年了，拿回去做2身鲜亮衣裳。多谢娘娘赏赐。侄儿萧寒，给姑母请安。寒儿，真的是你！京城传信说你在雁门关遇伏，被北蛮子逼落悬崖，连尸骨都没找到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姑母莫哭，侄儿命硬，现在没事了。敌人那点兵力还困不住我。那是怎么回事？你堂堂大夏战神，身边暗卫无数，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？是丞相，他在军中安插了内鬼，断了我的粮草，还泄露我的路线。侄儿拼死杀出重围，本想直接回京揭发他，但转念一想，敌在明我在暗，这正是个绝佳的机会。侄儿顺水推舟造了假死之象，借此机会不仅能把军中和朝堂上的毒瘤连根拔起，还能在暗中积蓄力量。那个老匹夫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亲手扒了他的皮。那你为何隐姓埋名，躲在清水县的一个农户家里，还给那个小丫头当起了护院？侄儿当时重伤垂死，是他救了我，若不是他用奇药相救，侄儿早成了一抔黄土。不仅如此，姑舅今日吃的红颜果，还有他种出的那些反季节鲜菜，都绝非凡品。他手里甚至有能让大夏百姓不再挨饿的高产良种。高产良种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侄儿留在他身边，起初是为了探查他的底细，也是为了借地养伤，但现在，侄儿想护着他。他想建同双天下最大的生意，想把买卖做到京城去，侄儿便替他开路，扫清前方的障碍。你堂堂大夏战神，竟甘心给一个农家女当护院？若是传回京城，那些世家贵女怕是要把帕子都搅乱了。不过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姑娘，比京城里那些只知道争风吃刺的娇小姐强出100倍。你今日让我支开她，就是为了让我当她的明面靠山。青州是镇南王府的地界，他要做买卖，难免会招人眼红。比如今日太和楼那个知府的小舅子，侄儿的身份暂时不能暴露，有些明面上的麻烦，还得劳烦姑母替他挡一挡。你的人我还能亏待了不成？放心吧，只要有镇南王府在一天，这青州城里就没人敢动他一根头发。多谢姑母。王妃娘娘，这料子极好，民女后言收下了。好孩子，以后常来看看老身。若是遇到什么难处，尽管拿着令牌来找我。萧护家，镇南王府的贺寿堂铺的是波作进贡的羊毛毯，你一个长工，怎么膝盖上还沾着红色的毯子绒毛？怎么还跪上了？老王妃问起我以前打猎的事，听得入迷，赏了我10两银子。长工得了赏，自然是要磕头谢恩的。是吗？一个长工讲打猎，能把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老王妃讲得眼眶通红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我懒得刨根问底。不管你跟老王妃说了什么，也不管你到底是谁，
只要你记住你答应过我的事就行。东家放心，我答应护着林家，就绝不会食言。哪怕天塌下来，我也替你顶着。